经过日月累积，台湾划水的成绩已在国际舞台渐渐崭露头角。今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与泰国亚洲划水锦标赛双双拿下佳绩，我们将持续延续这份热血，传承划水的精神与荣耀。有时候青春就是一股冲动，就是现在，试一次就知道了。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不犹豫才是真的青春。有些事不做就会错过。 Seize the moment and move towards with courage. You only live once. 一切从基础开始，先从简单的动作练起，蹲下、握绳、调整平衡，看似重复，却是站上水面的必要准备。没有捷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练习，也是在告诉自己，先稳住，再去挑战。摔倒，再站起来。第一次掉进水里，也许会有点沮丧，但你慢慢会发现，只要再试一次，就能抓到感觉。每一次摔倒都会提醒你自己的极限，而每一次重新站起，都是进步的证明。浪花连接我们的热情，大家在水上互相鼓励。水花飞溅，笑声、喊声、跌倒，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青春和热血。青春、传承、热血，这是一段我们从零开始的过程。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站起，都是我们对青春热血的证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是全国杯划水锦标赛的现场，然后我们现在邀请到阿玛教练，资深冲浪玩家来，我们今天一起当做就是主播的部分。对，然后我们会借由海边冲浪跟快艇冲浪之间的差异跟相似处去做报道。对，感谢主播。我第一次来快艇划水冲浪比赛的现场，很期待，很兴奋。那过去也都有跟着火龙跟 ED 教练来体验看看哦。那今天早上看到7点钟，大家就已经准备好，然后热血沸腾，哇！期待今天风光明媚，没什么，水象也很好哦。对，我们刚好运气不错，台风刚走。对，不然上礼拜的话，那个海上应该就当成是八宝粥了，很可怕，很可怕，风浪超大这几天，现在慢慢好一点。好，我们第一位选手是洪银纯，就是 AKA 水晶姐姐。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练习的一个姐姐。对。那今天看起来第一组的话，我们从教练的角度来看，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目标动作吗？基本上业余女子组的部分啊，其实基本上，如果以达到360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应该是会有就是前2名的程度了。对，因为应该说业余女子组来说，那个水面的360是一个门槛。就是只要能做出这一招，基本上就是一定就是前3、前2这样子。对，这是一个关键的招。了解，因为我来之前其实我做很多功课，我有看去年4月跟去年9月的比赛，那好像大师组的门槛就是至少要360以上哦。对，目前是。对。所以我们划水比赛在 surf 的部分，它是有用动作来做困难度分阶。对，我们其实有分成就是。其实有分2种，一边是分动作的，应该说一边是分初级跟业余组，是对，然后大师的部分其实是有几个协会不一定的规定，但是像一般来说是30或35岁。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位选手洪银纯，水晶姐姐，现在目前看起来浪有一点点风。对，今天也是用 G23的船吗？对，这个是 G23。
哦，这次是那个黑豹，不是早上第一组是黑豹，是我们的那个 Centurion FI23。对，然后这2个艘船都是目前国际赛主要出现的船型。了解，你看那个尾浪就很漂亮哦。Face 哦，有 Oli， 再一个 Snap， 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紧张。对，然后有点紧张小小的 Lip Slide。我们快艇冲浪是不是每一次虽然说条件是很稳定的，可是心理影响会非常大的？哦，对啊，就是其实我们快艇冲浪，我觉得对我也有觉得跟海边冲浪最大差别是，每一次的浪都长一样，可是你必须要很稳定的把每一次的细节跟关键的位置都要做得很精确啊。对，然后跟动作的编排、跟动作的强度、高度都来看 Pass One 的情况。所以一组选手会有2个通道，2个 pass， 两次 pass， 对 ，OK， 都是各45秒。360非常可惜，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关键动作，对，尝试360。火龙有带我先在岸上练360，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一下去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需要适应一下，需要转换一下从海边浪到船浪的那个差异，对，完全不同。还有板子设计上应该还是有点感受上。哎，板子跟海边冲浪完全不一样，很小张又很薄，对，有一点像沙板。对，没错。哇，现场很快乐呢。哦，木鸟教练。我原本很担心一早来的时候会没有位置，因为看起来今天车位啦，因为看起来今天选手很多嘛，哎，就来的时候还好，然后大家都准备下水，又紧张又快乐的。所以刚这个 Pass One 之后，他会再掉头一次，然后准备 Pass Two。对，就是每一个 pass 会有2次的摔倒。哦，对。所以刚刚那个状况就算是 Pass One 结束吗？还是他算摔倒？刚刚是摔一次，应该会再起来。可是这个画面现在目前，好。刚刚的 run 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换到那个第2位选手准备。OK。郑彦琪。所以我们是一次6位选手会都比 Pass One 嘛，哈。对。我们这个业余组的话是3位，然后接下来3位是大师组。OK。这是业余组的第2位王芳怡选手，郑彦琪选手。为什么这个第2个？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字卡哈，因为字卡上面跟我们的排序单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按照画面来做基准好了。那正在看比赛的各位哦，我是阿马，不好意思，我是划水菜鸟，所以我就跟着教练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第一手的比赛资讯。哦，对，没错了，更新王芳怡。对，第2选手是王芳怡。上面这个划水不迷路的 hashtag 是 ES 这边特别有的东西吗？对，这是一个 slogan 啊。这个水象真的很不错的。今天水还蛮平的。对。通常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会有很大的涨退潮，所以如果风向跟涨退潮的方向是一致的时候，通常都比较平静。然后通常是比如说风向往这边，水流往这边的时候，就会比较有起白花这样子。对，就像我们在海边会有 side show、off show。好，我们第2位选手准备出发了，准备起滑。选手的起滑都很流畅。我是菜鸟，所以我看这个都很专心。但是毕竟说起来，冲浪的起滑比较难一点。对，我觉得难是难在观察浪，因为我去发现我站起来之后没有问题，可是我每一次要抓那个浪的点跟起乘的时机不太一样，对，需要点经验。没错，因为我们这个都每一次都长一样。好，我们准备进入球道。我们这次是用计时的方式 ，OK， 就是会有吹哨，对，然后吹哨开始计时45秒，45秒，然后倒数10秒跟倒数10秒都会再有个短哨的提示音 ，OK， 然后长哨再结束。这样让选手比较了解。对，因为现在我们
这几天台风刚过，风比较大，然后加上我们水流也比较强，我们后来评估就说用秒数的状况会比较公平。好，对，好，来准备开始喽。欧力，一个 snap， 好稳定，风感觉有点大。这也算 snap 的，所以他应该是要做一个 snap 接欧力的一个 combo， 一个连 combo 续动作，对连续技。好，接着应该是一个 air， 哎，不错，这个高度很高呢。看起来王芳玉选手是很轻松自在的。air 抓板，哇，稍微我们落地比较不稳一点点。我们动作评判上也看蛮比重蛮高，是看动作的完整度，就是你跳起来落地的稳定度。那个360，哇，完成，对，非常开心，开心。这是 backside 360。我记得去年猫咪有跳3正5嘛。啊，对，哎呦，印象深刻。对。对，还有，所以这是他的 pass one。对，这是刚那个王芳怡选手的第1 round，然后现在还有第2 round。那教练可不可以顺便跟我们解说一下，像刚刚这样的话，在快艇冲浪里面，它的分数是用什么样来计算？我们快艇冲浪分数主要分成几个大项目，就是我们会依据动作强度，然后动作的编排，然后动作的完整度去做就是高低之分。然后我们的那个分数啊，其实每一组并不是实际的真正分数，就是我们那个分数是用来让同组的选手做比较级的，它是动态对，所以不会因为说你做了一个欧里得了5分还怎么样，所以那个分数不是用累积的，是我们教练裁判评估之后去做同一组人的高低。跟冲浪一样，冲浪也是这样。好，我们的第二个 pass， 即将开始。他都不疾不徐的哈，他也是比赛的常胜军，常常参加比赛，国内的部分。有欧里，可是现在还没放手，所以应该算是热身。对，我们动作都是要进球，然后裁判确实吹哨之后才算分。好，丢绳了。丢绳这个动作都很帅，这是初学者必练的。没错。那个欧里，他重心往后放，准备要下去了，准备要加速了。好，那个 air， 看到 fin 很完整的 fin， 很完整。哇，非常可惜，这个就有点可惜了哦。对，目前看起来是他在 snap 的时候上的那个浪的高度太高了，有点超过那个浪的顶点。懂，超过崩溃点最高的那个白花，所以就没有推力下来。对，那他这2个 pace 就结束了。没错。他这应该第2 pass 应该还有再一次，因为这个算是对第一个摔，所以每一个 pace 有2次摔的机会。观众朋友，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们都很了解滑水，但在我的角度，我一定要多问哦，多学。我们可以快点冲浪跟海边冲浪来一个碰撞，对，碰撞交流。我自己之前在玩的时候啊，跟着火龙跟ED大概滑了4次。那我们有一次尝试拿冲浪板下去玩，长板吗？还是短板？长板。那短板的话，因为浮力还是过大，所以我们直接用长板来尝试。那但是在玩就是真的射，像现在选手在比赛这个射的时候，发现上半身跟下半身，在快艇冲浪上面用的比较少然后比较多在下半身，要微调。应该说，因为我们的范围比起海边冲浪小很多，所以如果动太大的话，这个范围会超过这个 air snap。欧里的3个连续动作，对，3个 combo。180，非常的可惜。对，这时候 pumping 接得回来吗？是有机会的，是。但是刚那个3个连续动作就很流畅。对，就是他要在同个节奏上，就是 air snap 接欧里，就是我们看的是他的动作连续度、连续性，跟动作的那个节奏。那假如他做连续，譬如说3 combo，然后跟一个360的话，他的分数高低会有？
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我们裁判会看的是整 run 的状况去评估的，很难用单一动作去比较那个高低。了解，也就是说，假如这一组3个选手没有人做到3 combo 或4 combo 的话，他分数相对来说可能会高一些。对，因为他的组合度比较好。但是又取决于就是他的动作的完整度跟高度、强度那些的。对，所以有很多个评判标准，很难用单一动作或单起的动作来评断说谁高谁跟谁低。明白，对。然后裁判在船上会做很多笔记去做比较，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像这样子赛评用荧幕看的话，没有写下来，其实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知道他的分数高低。了解。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冲浪比赛的裁判，是我们裁判很重要，就是要记得每一道浪他的表现。比如说刚刚那位选手，他可能 Pace 1做了什么事情 ，Pace 2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要 recall。对，那看起来也是 variety 跟 intense 还有组合的完整度，对，都需要评分。对啊，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表现。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第3位选手嘛？对，接下来是第3位选手郑彦琪，对，业余米字组。然后这次我们使用的船艇是 FI 23那个 Centurion 的，然后现在是各大世界比赛都是指定用船。对 ，Nautic 跟那个 Centurion。所以这样子在譬如说我们在台湾用这个比赛船，你已经熟悉了，和你出国比赛，它也是一样的船，就比较接近。对，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一次即将去参加的国际赛是什么船，我们就用什么船去搭配练习。懂，这样子让大家先熟悉。对啊。而且河上真的很美。今天天气真的很好，真的很漂亮。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台北市，真的很多人都这么说。对啊，哇，这个角度不太一样。对，这有一点点像去国外，譬如说我在 Boston 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水上运动都非常的盛行。大家夏天的时候就是 SUP 啊，这种快艇冲浪啊，各种。那河道都可以自由下，那台湾就可惜我们对水文教育稍微差了一点。对，但是老实说，淡水河的水流稍微强了一点点，所以如果是非动力的这些活动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要逆流的问题。对。对啊，这个不行。大家都很开心，你看。我们第3位选手郑彦琪即将出发。过桥赶快开始哦。琪，他是来自高雄的，很乖的一个孩子。对，他上来台北好像，他是透过划水的保送上台大。哇，学妹高材生。对，高材生。阿马哥也是，我也是台大的哇，学长，能文能武，厉害，学长。哇，看起来很年轻呢很年轻啊，现在是我有点忘记，应该是大2、大3之类的，大2。所以台湾在划水这块也是有保送的。对。轻松自在哦，马上欧力。他本身是宽板划水选手，然后有斜杠就是快艇冲浪，所以他在跳的部分应该是蛮在行的，懂跳跃的部分。对 ，air 非常好，有稳定住哦。他前后脚重心转移很快哦，这个旁边。追上浪了啊 ！air 我看到明显的 fin， 对，一个接一个 snap， 所以是 air 接 snap 的 combo， 这是一个 ollie。他尝试要做一个 double grab， 这个叫 truck driver， 就是像开卡车一样。非常可惜。snap 的时候板头插了水。我发现蛮多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啊，都会因为急着想说秒数快到了，就想要急着做动作。然后刚刚那个 snap 其实他如果有带一点加速再踢，其实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流掉。他刚刚是在静止甚至在退后的状态下。再踢板的话，就增加额外更大的阻力，所以就容易就流掉了。所以我们在做招，我们基本上都会先建立额外的速度，对，先加速，让你在做招的时候，因为做招多少都一定会有损失速度嘛。是，所以我们先额外建立额外的速度之后做招，相对容错率会高一些。OK， 对，直接做也不是不行，可是相对只要稍微一卡到浪就失去速度了。的微调就要更精准。对，然后毕竟。这个船浪虽然说我们这个船浪已经算很大了，可是比起海边冲浪那个范围来说是小很多的。是，所以它必须要精准在这个 section。对。这个郑彦琪是台大的学妹嘛？台大其实这几年、这5年有很棒的冲浪社，
所以这件其实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就加入他们的冲浪社。就是要拉的脸，看一下，因为我看他快艇、宽板都斜杠嘛。对啊，板类应该都蛮厉害的。然后他小时候是在那个高雄莲池潭玩那个缆绳滑水。的。对。那个 Air 抓板，接一个 Snap， 可以看出来他的动作非常的对，很流畅，他的那个肢体协调非常好，非常的好。一个360，非常的可惜。他不是转回来的时候重心没有？他跟刚刚上一位那个王芳怡选手差别是，王芳怡的360是连贯性的360啊，然后他刚刚那个有注意到，他是先180再180，所以如果他刚刚有完成的话，其实会比那个叫做 stop 的360，就是我们会在180的时候停顿，然后再回来，那个分数更高，对 style 啊、分数啊、强度都会比较更高一些些，但可惜他刚刚最后还是跌倒了。对。我们的动作都是要完整的做完之后，然后再继续滑行才算分。一样，就你做完，就算你摇了半天，然后跌倒，那个动作也算是没有的，失效的。对，跟我们冲浪一样，如果你做了一个大招出来没有 ride out， 对，那一样是失败。没错。但是他刚这个算是 pass two 的第一次外爆。对。然后这是第2个，准备起来了。你们会讲歪爆吗？比较少。外爆，对，我们就说摔，我们会说摔拜神，就是那个往这样趴着。对。欧力很高。那个欧力 double grab 接一个 snap， 欧力连3。一个跳跃180，这叫做我们俗称叫阿里舞，跳180接水面180。OK， 对，这个跟滑板的那个阿里舞一样吗？对，它是板类的动作去延伸的。对，我觉得在刚开始学的时候，真的连接的很快，因为我自己也玩滑板，所以它的 toe 跟 heel 的用法是一样，对。然后雪板也是类似，对。其实真的要讲，老实说，我觉得所有的板类运动的那概念都是对共同的。他刚那个 combo 就做得很漂亮，前面3个。所以这位选手他本身的专项是宽板，对，但他后来都有在练surf。对啊，尝试做一个双手的 truck driver，就是像开卡车。双手就是冲浪也是用这样的讲。不一样，因为冲浪其实欧力或者是 air 都蛮难的。那像我们之前冲浪有一个年轻选手叫刘明让。他有参加过挑战赛，就是快艇冲浪的挑战赛。那我们冲浪人在玩快艇冲浪的时候就很喜欢做 snap， 因为那个对，我们喜欢上到浪顶下来的那个动作，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要从上半身微调成下半身去控制平衡，蛮难的，这一块蛮难，我一直被火龙念啊。就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冲浪是不是？上半身带动转向这种动作，对，更多很多。那我们来做这个的话，都会过度用力，因为我们范围小嘛，所以我们必须靠脚步、下半身细部的微调。是，这样。好，我们看下一位选手，是我们的那个资深模特Candy Wang， 对，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同时也是我们的赞助商，非常的挺，参赛。出钱出力，哇塞，非常的挺，对，太感谢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子的。他是我们那个拿木瓦的那个香氛品牌的赞助商，这是他自创品牌，蛮厉害的。对，拿木瓦，对，第2个拿木瓦精致天然香氛，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赞助商。我们这次赞助商有大家非常的挺，有15间，有严丽丽，就是我们的鼎岩中医 Mandy 吗 ？Mandy 对 Mandy 的品牌 ，Mandy 姐姐，对，她的保养品的品牌叫严丽丽。然后第2个是拿木瓦，是刚刚那个 Candy 的品牌，是香氛的。然后第3个是百川建设，是我们一个滑水的一个前辈啊，对，他是最早在台湾玩宽板滑水的一个前辈，他从澳洲带板子回来的，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Chris Tou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然后波隆咖啡，根本在旅行，味觉百转川向坎，乖乖生计，爱康，然后还有波塞顿运动俱乐部，莲潭滑水主题乐园。车满城自助洗车场 ，Surface 那个服饰品牌跟启程居家治疗所。好，我们即将进入我们的比赛。王清田的 Pace One， 对，这是我们第2组喽，这是大师女子组的第1位选手黄心田。
资深模特 Candy。对，资深但看起来不资深。哎，对，很年轻，没错。好，来看到一个欧里，他其实之前也都是学宽板滑水，是最近才开始转 surf。对对对，他也是才刚开始练没多久。对，所以动作会比较稍微没那么熟练一点，还在练习。对，他最近赛前练得很认真啊。那教练你自己觉得宽板跟 surf 哪里差异最大？我觉得最大差异是 surf 比较偏细腻的平衡。对，然后宽板的话是那种大动作、大强度的招式比较多。一个 snap 非常漂亮。刚有一个漂亮成功，然后拉回来哦，那个距离。一个巴伦特嘛。对。哦，非常好。可以多一点笑容，应该是他第一次参赛，应该会紧张。对，哎 ，snap， 有，我以为他 snap 要准备接招了。刚刚看起来对不对哈？对对对。再 hold 一下累积速度 ，snap， 这样算有接小的 ollie 吗？可以算是，但是其实我们的滑水评分，我们不太会说是这一招有没有算。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第一个选手欧里是跳这样子，然后第二位稍微更高一些的情况下，第二选手就比较高分，所以我们是用比较级的，并不会觉得说他跳不高就不算。明白。还是会算，只是我们记下来说可能跳起来并没有离水，就是跳起来可能高度很高，我们就会记说并离水很明显。所以我们会用各自的方法去记说它的高度，了解是多高。所以不太会有算不多哎。因为我觉得了解一个比赛赛事，要从裁判的评分标准去看，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子的选手表现会是最棒的。好，所以我们蛮鼓励一些资深的玩家，到后来可以去参加我们那个培训裁判的一些培训，不一定你要当裁判，但如果你更了解裁判怎么评分的话，你在比赛的时候就更好拿分数。没错，这在任何运动上都一样。刚刚这个想法真的很互通哎，我们在冲浪上也是希望大家去参加裁判的培训，才会知道要怎么冲浪。我刚看到赞助商有波龙咖啡。对，波龙那个纯姐也是我们冲浪的老前辈。对，纯姐纯姐非常挺所有运动，她身边的朋友的运动她都挺。对，而且她都一定会去现场赞助。感谢波龙咖啡。对，纯姐真的是人超好，人超好。来，我们下一位选手是陈宥嘉。他去年是不是有比？有，Elen，对，他也是常常参赛的选手。Elen去年好像有点紧张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表现。而且 ES 这里最棒好拍照的点就是关注大家。对，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位置，每次怎么拍都好看。特别是我觉得拍照好看都是要在日出跟日落的时候，光斜的照的时候，那时候最漂亮。对，那时候天空都是粉色的。对。我们那个外面的那个淡江大桥好像即将完工，已经接起来了，所以有不一样的景色可以看。还好。下一位选手是陈宥嘉，即将准备开始他的 run。画面中是我们的抛绳手，每一艘比赛可能都会安排一位抛绳手。对。所以抛绳手的目的是要把绳子捡回来吗？捡回来跟丢给选手就是因为以防在比赛中会有就是绳子会缠到什么会 delay， 会干扰到，我们都会配一个高抛绳手去做丢绳跟收绳的动作。所以每一艘船出去比赛的话，就会有船长，然后裁判3个，然后摄影师、抛绳手。而且我最佩服的就是开船的人，因为他们又要控方向，又要指导，又要控制水里的那个导流板。对，造浪。但是以比赛来说，我们就是裁判就是固定好压水跟导流板的状况之后，裁判就是驾驶就是开直线就对了，因为要公平嘛，所以我们选手都是只要开直，
然后定速设定好就好了。OK， 那个是平常练习的时候船长比较辛苦。对，但比练习真的赛的话很辛苦。那个船长就是负责开指，然后尽量让每个选手公平就这样。了解。对。哦，他是 Goofy 站姿，对，他是另外一边的站姿。我自己也是 Goofy， 所以看得好。哎，我也是哎，一样。那我哥是左撇子吗？不是，我真的右撇子，但是 Goofy。因为我自己是左撇子，然后对是 Goofy。那个看起来浪有一点点没那么完美，他现在在比那个浪应该是，所以这个是可以调整吗？应该是不行，对不对？理论上这个看起来，对应该是浪有点问题，对，他才对，因为通常来说应该会有干净的。每一次的每一次比赛浪可能形状不一定一样，可是至少它那个浪顶不会有那么多气泡。对，因为气泡里面就是空气嘛，所以我们在做招的时候撞到它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会黏住，所以就会影响到比赛的表现。没错，一样，这一块也都是跟冲浪都一样，我们都要找那个干净的浪尖的位置。只是可能就是要随时观察到，像刚很敏锐一下就看到。对，有点明显，就是比较小泡泡比较多一点。那这个会跟航道的那一段浪区有关系？多少会，但主要应该比较多是在船的设定上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现在重新调整一次。因为毕竟前面都是 regular。对，然后突然现在换另外一边的，对，可能配重上要调整一下。是。然后我们裁判船只要在出发的时候，船上的驾驶、裁判跟摄影师只要做定位就不太能动，因为这样才会保持所有的选手是一致公平。了解。现在调整过后，看起来好像还是好一点哦，好一点哦，出来了。有干净的浪出来，速度感觉有点，有干净的，有出来了。对，像刚刚那个浪顶的泡泡很明显。对，那个都是白泡在里面，对，都是空气。好，六成了，即将进入我们的 Pass One， 成右加选手，来一个 Ollie， 再一个 Snap， 脚非常直，对，好，动作很利落。然后再一个 Char Hop， 就是我们到浪顶之后跳下来，我们知道叫做 Char Hop。再一个 Air 抓板，稍微有点速度，哇，非常可惜。其实刚刚那个是有他回来就有了哈。对，有时候他真的太容易太早放弃了。是。其实刚才看起来是可以救的，但今年表现看起来自在很多哎。对，可能，但是也应该是因为预赛大家会比较没那么紧张放松了。对，今天预赛如果我们是这样，就是如果同一组没有超过6位选手的话，预赛就是用来当做决赛的排序。所以你预赛表现排位赛的概念。对，像 qualify 的概念。对。预赛如果没有超过6位选手的话，就是预赛的成绩越好的人，决赛越晚出发。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可以看前面选手的表现来对应的策略，来调整他的做招。对，策略。所以他不是用淘汰的机制。如果同一组超过6个以上，就会有淘汰的状况出现。可是如果没有，就是排序而已。好，对。然后我们比赛都是以6个为一组为单位。180，哇！一开始就想尝试呢。对，理论上通常我们对一般人都是会先做几个保守招再做，就直接来大招了，非常的有信心，很好。但是他 Pass 2应该还有一次尝试，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快艇冲浪里头也是一样，越接近中午的时候，对流动越强，对，水象可能就相对多大几率上会出现比较大的风。但是也考量到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流向的问题，所以如果风向跟流向刚好对到同向的话，就还好。但是就是怕说两个风跟流是相对方向的时候，就会起白浪，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以比赛来说，其实就是只要不要浪况夸张到船没有办法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都会比，因为同一组选手的大家的条件一样。对。所以平常的练习。在浪大的情况下也很重要，对，要稍微练习一下，要在最刻苦的环境下去模拟啊。对，没错。他 snap 动作很干净，后脚踢得很直，对，漂亮。180转180，非常可惜，但还是保持非常好的效果。
我刚很明显看他手就是准备要做，对，做一个 pre wind 的感觉，预先准备的动作，我们会带动上半身去转。那刚这几位选手看起来他的陈宥嘉的那个 snap 很特殊，是后脚稍微有点踢哈，最后脚比较直，所以角度可能比较漂亮、比较大，所以那种这样强度上高分数比较高。对，在冲浪里面，我们如果要甩出水花的话，后脚也要在 snap 动作上也是要踢直，那这样才会有一个 tail turn 的感觉，就是板尾会转动。我很担心这个抛成手的手机放在口袋，我没注意到，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17刚出啊，可以。他其实想换新手机。好，来即将开始，他的 pass to， 留神。这次有先做一些安全的动作喽。直接180，非常的可惜，没关系，这是预赛，我们明天再接再厉。是，所以他刚刚也是想要做一个180回去 hold 住，再对，他是应该做180，然后 hold 住再回来。OK， 所以这个动作跟360又不一样，对不对？它是同向180吗？它是 front side。对，然后我们通常一开始像前几位选手做的都是 back side，就是往浪的方向，我们俗称叫 back side，然后往浪外的方向是 front side，所以他刚刚那是往浪外转嘛，所以是 front side 的180。对，那这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话，也会有差异，难度差异。对，理论上来说是 back side 一开始360会相对容易一点点，front side 的话，因为浪在这边嘛，所以你是往浪的方向转，会比较容易去卡到水，所以比较起来，多数人来说会是先 backside 的转地开始学，然后稳定了以后再做 frontside。对，没错。再非常可惜，回来没有足够的角度。你看你刚刚提到这些术语都很共同，在冲浪上也有 frontside， 就是你面对浪，对你的他们都最后都会省略讲成 fun side， 快乐的那一项，因为面对浪你比较不会紧张。对，确实。那如果是 back side 的话，就是通常比较讲究人体工学，比较符合人体工学，可以甩大的水花。可是相对来说，你看不到浪壁，所以会有点恐惧。对，而且不知道位置嘛。对，那因为人体工学的关系，所以在 front side 有很多动作在 back side 做不到。在冲浪上是这样。可是我有发现你们高阶选手其实脚的 switch 很常发生。对，所以不一定你是 regular 或 goofy， 一定都会要用到。因为我们到后期进阶蛮多，就是所谓的 shaft 的招，或是说 body varial 的招，就是所谓的板子动人不动，或是人动板子不动，所以会常常换脚换方向都会发生。对，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快艇冲浪可以制造出每一次都一样的浪，所以选手很容易去习惯这个浪的形状。然后比起海边冲浪是每一道浪其实都长不一样。对，我今天习惯了 A 浪，又出来 B 浪啊，无限种可能。对，所以组合太多了，很难习惯同一道浪的那个感觉，所以相对进度幅度上会没那么快。没错，所以快艇冲浪太容易熟悉了，所以他会很可以在短时间内练出很多新的动作，可能2-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很好的。而且我看最近几年那个冲浪的部分很多那种人造浪池，对，所以变成现在的那种小选手哇，很多很厉害，因为他就可以很快模拟，跟快艇冲浪有点像，对，可以模拟稳定一个很稳定的浪况，所以他们去做 air 啊，去做reverse 啊，都很容易。好多空翻了出现，超多有720都有，很厉害。好，我们下一位选手是赖义英。赖义英选手也非常认真，我在船上遇过他几次。对，他的几乎每个礼拜都来个应该有2-3次，周末一定会到，但平日就是不一定。他还是很认真。来，我们看一下，准备要先练习一下感觉一下，还抓位置对，还在抓浪的位置跟微调浪的速度、传速。对，我们的话，传速相对我们会先用一个基准速度去跑，然后如果选手觉得浪太高，我们就可以加速的时候，浪就会变比较矮，然后比较长一点。手势，然后浪往下的话，就是浪会比较短，但是会比较陡一点点。这个这个他的蓄力做得好，对，
拉起来。对 ，snap， Holy， 再一个 air， 接 snap， 接，没有他接了，他接第3个 Holy。这是一个360，不知道阿妈给我发现一个关键，他没有用手，对他没有用手，所以这叫 no hand 的360。这个是 frontside 的180， 360，他想要再转回来，对，想要做360，对，然后刚前面那个360很漂亮哎，对，那是 no hand 的360，所以他没有去拍水，没有去拍水，对，其实我们初期360是先借由手掌去碰水的情况下制造一个支点，对，支点去旋转，所以我们的旋转力来自于手，但是刚刚那 no hand 的360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借由起转前，我们要先借由偷赛卡住那个水，让板子不会动。这时候上半身带动的瞬间，我们偷赛的那个力量要放掉，让它旋转。因为当我们压着板边偷赛或右赛的时候，板子是不会旋转的。是。但是那时候的情况下，我们就更好有一个支点去施力。因为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把板子放平在水面上，我们在转动上半身的时候，下半身也会乱动。会没有一个支点在。是。所以它就卡住支点之后，上半身的旋转，然后再把下半身同时间放掉，它就会造成可以 no hand 旋转的。了解。状况。所以这个难度又更高。对，就是它的那个偷赛的控制力要好。然后搭配它上半身的旋转。他刚上半身带下半身，对。我们来看下 pass 2哦，这算 pass 2了哦。对。刚刚那个，air 抓板 ，snap， Ollie， combo。他感觉像是想要尝试 snap 接360，看起来像是他蓄力的那个位置。180回来非常好。再一次阿里乌，哇，非常好的尝试，非常好的尝试。对，他是一样不拍手的旋转，他是先不拍手，然后做一个跳转180的动作，然后落地之后再转回来180。所以总共是转360，只是前180是用跳的，后180是用水面转的。之后叫 RA5，是我们在 backside 360之后的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动作门槛。又是一个进阶了。对，一个跳转。看出来这选手的水平很高哦。就是大师女之主啊，没错。然后笑得很开心。对啊，比赛就这么欢乐。不用太严肃，而且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刚已经突破他可能在比赛里面前面组别更好的对，所以他现在很开心，比较放松了，直接就丢绳了。再一个阿里乌，非常可惜，这个更接近了，刚刚这个比上一个尝试又更接近了一点。所以我们一个 pass 是45秒嘛，好，接下来我们要换到男子组喽。我们接下来是许书源吗？对，那个初级男子组，许书源。那男生跟女生的选手，他们在表现上面差异是在动作难度还是力道？你不好意思，就是一样，譬如说组别是一样的话，都是初级组。对。那男生跟女生他们在动作表现上会有特别什么差异？我觉得男生女生如果同一组的状况的话，应该都是偏向力道为主，因为毕竟男生多数来说是脚会相对比较有力气，所以女生比较多是偏向一些平衡性、柔美的动作，男生可能比较多是做 air 啊、T snap 的动作，对，但这不一定，对，但是以多数来说是这样的状况。书源，他其实也是我们宽板的教练哦，所以他是斜杠去快艇冲浪，他也是，老实说他滑没几次哦，对，赶鸭子上架呢，对，他是同时也是脱口秀演员，他下班会去
演讲脱口秀，哦，对，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我们看这张照片就知道，非常的有戏剧张力。哦，好的。哦，他说这第二位选手对，林鸿胜。对，我们这边收到现场来通知林鸿胜选手弃权，所以我们这一场只剩下许淑媛选手，下一个吴威婷。好的，收到。因为有时候参赛选手他一定会有意外状况或者是家里的安排哦。对。那不克前往参加的话，我们就是剩下选手继续把赛事比完。我好奇阿马哥，那个你们在冲浪的时候，短板来讲，对，现在目前大家的 fin 的尺寸都普遍主流都落在多大？我们以短板来说，短板的冲浪板通常3支舵的情况，我们会分 SML， 大概是3.5寸起跳，3寸到3.5寸起跳。那如果是大一点的浪，或者是你是想要装 2+1 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侧会有 fin。中间还会有一只小只的，对。那如果是 fish， 就是在冲浪里面还有2只的叫 fish，twin fin， 那这种就会更大只，大概到4.5或5寸。哦，因为我们快艇冲浪来说，普遍都是 twin fin， 对，都很小，然后都落在4以内，4、3.5，甚至有些用3，对，4应该有些人用4.5，最大。好，这是第一位许淑媛选手教练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动作是流畅的，可是他可能对于冲浪的经验没那么多。他身体压得很好啊，他身体压得比我好多，因为他可能借由宽板划水的那个身体概念来延伸这里，其实都很快。就是我们板类运动要互通，其实都很快。对，你看非常开心。这张板也很漂亮，它贴很多 pad 呢。哦，对，这是一个 floater。有点好奇他嘴巴在念什么。来个欧里，成功蛮高啊！这么告诉我们说什么？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接下来做一个你到，哎，要上船了。我一开始玩的时候真的会很怕，我会不会撞到船？老实说，会有撞到船的状况，只会顶多就是板子去卡到那个尾巴那个板子，因为浪的成型啊，到很前面的地方就消失了，所以其实你就算再快，顶多就是板子撞到那个尾板。然后至于大家最担心的螺旋桨的部分，在前面，在很里面，这个我有先问过。而且其实即便你今天在船停下来的情况下，你的脚故意要伸下去，要碰到螺旋桨，其实你可能要身高180以上才碰得到，脚要够长。然后又加上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船一直在往前开，是它基本上要碰到几乎是0。而且这个船我们都是美国进口，专门为了划水而制造的船，所以它已经有把这些 concern 已经解决掉了，都包含在内了。对，他们一定会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不会有这种状况。没错，对。然后我们教学上，我们最在意就是开船的教练要注重安全的部分，了解，因为这个开船是最危险的事情。是的，就是万一如果撞到人什么的，就是风险。好，来，我们那个许淑媛选手，那个不好意思报告一下，没有放绳是不算动作的哦。好欢乐哦！这个对他很认真，但是他同时也带给大家很多欢乐，非常棒，非常优秀。我觉得非常需要这样子的选手。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在比赛的时候请他来，就是做脱口秀演出。对，非常适合。哦，他会是后面几组宽板划水的奖评哦，对，他也奖评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就是划水界御用的 MC， 非常的专业。我知道他去年有在现场主持嘛，对。那像有些选手他有贴这么大面积的 pad，那有些还是用蜡，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哪一种？我自己还是以蜡质为主比较多，因为应该说这个用大面积的这种软的 pad 是比较多是
新手的时候就比较好去适应，然后也不会一直那么多辣去粘脚。对，但是到进阶开始要做一些空中的 air 动作的时候，我们会借由辣的一个辅助，会比较容易一些些。可是我觉得最近期应该说一个流程是先用软 pad， 然后进阶会跳 air 的时候会上辣。可是到后来在更进阶的时候，我们会做所谓踢板的动作的时候，辣又会有点阻碍到我们踢板的动作，所以我们会把辣的用量减少，甚至到一些职业选手是不用辣的。哇，不用辣是真的蛮厉害的。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的过程。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到后来会慢慢再减少辣的用量，因为在踢板上就不会太粘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看一个人的板子就知道他现在在哪个 level。可以这么说，可以是个依据。好严格哦。我们教练玩得非常开心哦。这个叫制胜出奇招。既然动作没有丰富程度没有那么高，我们就换招哈。没错。好，输人选手。现在水面上看起来有一点跳跳的，稍微一点，但是不至于到有那个白花。我们会看，如果水面上有出现白白的浪花，代表是浪真的很大。这个在冲浪里面我们会说叫 choppy。我们会这样讲 ，choppy 一样哦 ，choppy water。然后比起，因为我们这次比赛会有2个项目，一个是宽板滑水跟快艇冲浪。对，快艇冲浪的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受水面这个 choppy 的影响相对少一些些。因为你看那个宽板滑水速度是比快艇冲浪再快1倍的。对，所以我们在 choppy 的时候，本来冲浪可能是就是慢慢的节奏，然后但是速度变快的时候就变超级陡，海豚跳那种。对，就会很陡。所以比起来，快艇冲浪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好，来再尝试一次哦。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是台湾第一滑鸡，滑鸡就是那个滑鸡，可爱的滑鸡。对，所以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说这是台湾第一滑鸡。但他的宽板其实程度非常的好，他可以空翻，他可以好几个方向的空翻，他也是算公快水选手，就是 Pro。对。哦，一个 lip style。据我所知，这招应该是在第一次成功，那第一次尝试。他比赛型选手，应该比赛里面直接成功。据我的了解，他本来是不会这一招，还是有可能他骗我。因为下一个，偷偷告诉你们，下一个选手是我的学生。哎呦，我们来期待一下哦。吴威霆，这是一个小朋友，10岁，好像即将满11岁。对，然后也是近期开始学的，大概2个多月前。夏天的时候。对。那是爸爸妈妈带他来吗？对，他们兄弟俩，但是弟弟是比另外一个组别。然后这是哥哥，很开心，你看，感谢教练带给我们欢乐的时光。对，没错，他叫 Johnny， 他就叫大家叫他巨阳明，谐音梗，念快一点。Johnny。尤其小朋友的选手在各种运动中都学习的好快哦，越小接触，将来的发展越弹性。确实，而且小朋友在第一他们爱玩水，然后第二他们重心相对低的情况下，摔倒也都没那么的痛。对，第一次参加哦。对。对，说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弟弟叫做吴鼎，对，吴威霆选手，他刚学大概1个半月还是2个月出头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日本的比赛是那个亚锦赛啊，他就直接去了，直接去。哇！妈妈就说让小朋友挑战一下，即便觉得就是那个胜算没那么高，对，还是觉得让小朋友多体验一下。所以他人生第一场比赛就是亚锦赛的那个青少年那个13岁以下组别。对 ，Under 13。对，我非常厉害。然后他们也不太怕的，就是第一场就直接国际赛，然后出生之犊不畏虎。对，然后就没有太多顾虑。小朋友好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就是体验就是玩，对，他们就不会有像大人这么多心理上。我们有太多包袱啊。像刚刚教练啊，我觉得许
许书源教练非常好，因为他在另外一个领域是 pro， 对，可是他愿意就是跳到他不熟的领域去做尝试跟学习，甚至参赛。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对本来就已经是一方之霸的人来说更难。哦，对，就是变成要有点跳降级，变成去做对，要打掉重来。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宽板跟冲浪的，就是相关联性蛮高的。对，道理都可以互通。这是无敌选手的第2次参赛。名字好可爱，无敌。对，玩具总动员那个。啊，对，没错，无敌。好，要看笑得开心。对。弟弟其实做得不错，但是他的唯一的小缺点就是他会比赛的时候就很急着做。所以我们比赛大多数都会急着想说秒数快到，就会很急着想要做完所有动作，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会让你的节奏都乱掉的。对啊，他也是 Goofy 哦，他是 Goofy， 这个企划漂亮哦，很可爱的小选手。对，这个年纪的小选手很特别，是都会长超快的，每一年都变瞬间抽高，一下抽高，对。而且这个将来一定够高，看起来就是很有抽高的本钱。好，我们看一下。等待哦。那小朋友的板子会不会对他来说比例比较大张？我们都会搭配，这是他自己的板子，我们会搭配小朋友的程度跟体重的状况去做尺寸的搭配。对。所以其实因为基本来说就是先看体重嘛，体重搭配相对应的浮力。对，然后接下来会看程度，程度相对好一点，可以稍微用在小一点的板子。看这个欧力。floater 哦 floater 对，一个 floater， 一个在浪底的 floater， 一个 snap 哦，这个动作漂亮，他的腿蛮有力的，其实。对，好，再来一个准备 air 啊，稍微跳太高了啊，被百花 hold 过浪了，对，他的起跳点有点太后面了，等到太浪顶的时候才起跳。我们通常都会抓大概在8成的高度就会起跳，因为还是有点空间是会让它可以预留。懂。如果你在浪的最顶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像他刚这样过浪。对。像我自己的小朋友10岁、11岁了，那我们也是让他在冲浪里头，小朋友一定都是玩短板，因为板子相对比较短嘛。哦。对，所以他现在的板子是4尺6。哦。无敌的板子我印象中是4尺4。对。因为还要考虑到浮力哈。对啊。然后。基本上我们会先搭配体重嘛，然后再来就是看程度。那程度相对刚开始的话会稍微再大一些点，然后程度越好，可以相对变小一些。因为对于程度好了之后，我们的追浪能力会比较强，对，就不需要那么多额外的浮力。因为我们到后期做跳跃动作的话，板子相对小，比较有活动度。对啊，太大会太笨重，就灵活度更好。对，我们的无敌选手吴威霆准备开始，加油！我看了好紧张，真的，教练就是父母。对，虽然说现在是预赛，但是也希望他表现好，增加他的自信心。表现如果第一场好的话，非常可惜，下来就稍微对，没关系，重心跑掉。还有 pass two。然后前面那个 snap 的动作就很漂亮，后脚他的脚蛮有力气的。以小朋友来说，他的踢的蛮有力道的。但也要感谢吴威霆的爸爸妈妈不怕水哈，我觉得爸妈愿意让小朋友多尝试都是好事，真的。那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我们下水一定会穿救生衣，对，所以其实在于就是水的部分其实相对真的蛮安全，而且一次下水就1个人玩，是啊，所以裁判开船的跟教练都是在盯着1个人的情况下，其实安全性蛮高的，对，非常高，非常高。尤其跟在开放水域相比的话，你看我们一个开船，一个教练。都盯着他，还穿救生衣，对，所以其实爸爸妈妈都可以很安心，对啊。好，我们的无敌即将开始，这应该是他的 pass two。pass two 的 first， 然后他目前也在尝试360这种，但还没有成功，但都稍微有转弯，但是还没有把它接到那个浪。对，所以他这次的比赛
一直强调说他想问我说可不可以让他在比赛中做360，我就还有一个说你前面先询问规划的动作有做完就可以挑战。对，基本分拿到就可以来尝试了哈。对。哦，是不用控制位置啊，来了 ，floater 很好，压住，接住哦 ，snap， 哦，看他 snap 的动作，对水花都蛮漂亮的。对，都有瑞尔喷出来。哦，一个 air， 哦，非常好，非常，哎，这是他刚练的 air， 而且位置很不错啊。这是 lip slide， 就是背对90度的概念。OK， 对，我们滑水叫做 lip slide， 就是上浪，就像 floater， 然后把板子往浪上的方向转90度。哦，对，这叫做 lip slide。所以如果正常的话，刚刚他 hold 住以后应该跳下来，再回来，对，再回下来，只是他可能上去的时候上的太多了。代表他一直想要往上走，想要做更高。小朋友就是很想要挑战，对，就他喜欢的事情，小朋友都会愿意尝试。有时候大人我们反而会怕这个怕那个，顾虑很多，哎，顾虑很多。我记得我一开始玩快艇的 surf 的时候，哇，很兴奋，然后看到那个浪壁就想要做，就ED跟火龙叫我说你不要急，那个浪可以冲很久，不要急。对，我后来有发现，我有接触过蛮多就是冲浪的选手来滑那个快艇冲浪，都会是变太急了，就想要一直做。对，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浪壁还可以一直延续。哇，非常的急，直接开始啊！开始了。太急了，才讲完而已，对不对？他一起来马上就丢绳了，是，这没关系，不错 ，air 做出来，snap 也漂亮啊。他上一次在日本的那个亚锦赛的时候还不会 air，所以可以来说，刚刚那个 air 是他的第一次在比赛中做出来的状况，所以就2个月而已呢哦，他就是蛮厉害的。然后他们又住在台中，所以他是周末上来。哇塞！对，那时候一开始前期比较多，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是住在台北，那现在开学了就是回去台中。哦，现在就是妈妈就是周末会带上来，真心有爱，这个佩服。摸水挥手可爱，欧力自信的展现哦，洗个脸。floater很好。啊，妈妈有来现场看比赛？有，妈妈有，妈妈一定很开心。然后顺带提一下那个妈妈爸爸部分也是我们的赞助商之一，那个 Chris Tour 去头就是高端旅游的服务，所以就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想要去的，他们都可以安排，就是以高端旅游为主，就是你一般人没有办法去的行程，他们都可以安排。比如说什么牙买加买咖啡啊，各种只要你讲得出来，他都可以帮你安排。这种私人行程很厉害。然后像是定制私人飞机，他们也都可以处理。Lip slide， 可惜没有回来，他的上下半身一起上去了。哦，通常来说我们会是下半身上去，上半身留在原地，这样才可以回得来。可他刚刚的动作看起来是他上下半身一起转过去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赛前一直想要练360，360的时候我们会是就是一起走，所以他就习惯那个动作了，他就忘记说这个要把前手留在下面。哇，这每一个动作的学问都很多哎。好，我们进入下一位选手，也就是另外一组初级女子组，吴内琪，吴瑞琪。曾经是女冠军诶，14年缆绳滑水公开赛在高雄吗？对，他应该是来自高雄的朋友，他应该也是之前在玩那个缆绳滑水的。缆绳滑水它的水面跟速度感会完全不一样。对，因为缆绳滑水玩的主要是障碍台，比如说跳台啊、slider 啊，或是杆子啊，那种像滑板那种可以卡杆，像技术板。对那种东西。然后它的水面基本上如果没有水面的浪的话，基本上都是平的。对，然后是去透过那个缆绳的那个塔去做，有点像绕操场的概念。想象一下一个大的操场，可以绕一圈，然后路上都有一堆跳台啊、障碍台可以去滑行的，可以做操。在莲潭嘛，对，在高雄莲池潭，也是我们的伙伴赞助商。
那个连潭滑水主题乐园，我们的万生哥。万生哥，对，爱玩水的大家就会一直去找活动。没错，所有板类都要学，对，都要挑战一下。这个世界太大了。好来，我们下一位选手即将开始。哇，他板子非常漂亮。对啊，木纹的哈，但是比较大张一点。这个应该是对，稍微大张一点点。然后翘度 Rocker 也比较翘，Rocker 也很翘。阿玛果然是专业的，看到细节。对，我们玩过的板子太多，应该有100-200张过吧。哇！好的，即将进入我们的赛道，现在还握着绳子，代表还没开始，还在熟悉一下。好，确定可以丢了吗？可以丢了。好，我们丢绳了，我们即将开始。Ollie， 一个 floater， 看起来对板子掌控蛮熟悉的哦。这个看起来像是要做 trail hop， 只是没有跳下来那么完整。一个 lip slide， 角度上也比较稍微小一点点。一个 snap， 感觉还在试探哦。trail hop，Ollie。加速，对，看起来像是一个 air， 稍微动作都比较保守一些些。感觉有跟船上有在沟通哦。船有点看起来目前浪是 OK 的，浪看起来是很好的。对，以规则来说，我们的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是不太能跟裁判有太多交流，但是这样应该只是可能有一些状况他在回报，就是比如说浪还是说船的问题，对，通常这种情况下，选手就可以跟裁判做一个告知，了解。有救回来还好。一个 knee down， 女生做这个就是很优雅，对。男生做这个我们就会觉得怪怪的。对，比较没那么适当。哎呦，不错，哎呦。追得回来吗？很可惜，他刚那个控制度，对，控制蛮好的，不错，坐在板子上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快艇冲浪有部分跟瑜伽蛮平衡的东西，柔软度要够好，柔软度，然后跟细腻的平衡上是蛮有相似处的。把这个 Pass One 的 Try 是蛮流畅的哈。阿马哥，你有试过宽板滑水吗？没有没有机会。找一天来试一下。好啊，当然好啊。有各种可以尝试的，都很想尝试。我看你几乎所有的板类都稍微接触一下。尽量。像我们今天开播前不是有在聊那个水翼？哇，真的，我有玩。好难，跟那个红烧教练学。对，他是目前像台湾数一数二的选手兼教练，水翼第一人了。对，太强了。我看他还可以空翻啊。对啊，很夸张。那现在进阶到拿水翼去冲浪，我看他那个记录，什么一道浪可以一直接，可以接1个小时不用停。我跟他去练那个白泡湖的静态水域起跳，那个胖平吗？胖平一个早上2个小时可以摔50次。对，有我看了影片，对，好可怕，做几百次还不一定会成功。对。所以相比起来，我觉得快艇冲浪很舒服。对，你出去一定有浪。何静雅，我们下一位选手。静雅，但是他刚这样2次，第2次 pace 已经过了吗？对，应该是他超过那个时间了。OK， 第一个 pace 可能时间比较长。何静雅也是我们的宽板滑水选手，而且是高级哦。对，还会空翻，然后中间还是我们的小编。对 ，ES 的小编。对。ES 小编有2-3个，就是帮我们回复预约的部分，非常需要。对，然后如果你是那个会被那个小编凶的话，通常就是何静雅稍微比
比较凶狠一点点。我们现在和选手在水里耳朵痒痒的，有人在提他们哦。所以呢，回复比较没那么有礼貌的话，通常是我们的伙伴何静雅啊。因为我有时候进来开车进来都要艾特他们小编，可以帮我开门哦。对，那其实回复都很快哦。那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啊，我们会帮忙开，有那个监视器，我们会看到讯息了就会开。准备何静雅小编的 Pass One。今天天空都很干净啊，所以都没有像去年这样还有大雷雨哦。去年是台风外围嘛。今天下午看起来，看预报是怎么样？看起来应该都是好天气。而且你看，我们玩水人都一样，都 windy。哦，对啊，都要看风跟浪的情况，看风向。对，下午对，目前这2天看哇，完全都不会下雨。对，天气都很好，这2天是完美的状况。然后明天又更棒，明天连风都变小。对，今天风稍微有一点点大，明天风变小，然后都不会下雨。没错，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现场观赛，感受一下这个热情的气氛。没错，还可以来现场吃吃喝喝。没错，聊聊滑水，聊聊各种。只要玩水的都一定会看这种天文气象。我们冲浪在海边更是看天吃饭。对，看天吃饭。来了，前几天才刚有个台风，很大的台风往海南，哇，台湾西边的浪都超好。西边的浪好，一天来回垦丁。哇，台北垦丁，台北垦丁。走西岸吗？还是对，走西岸。哦，东岸现在有那个卡住了。对，东岸现在比较路况比较不好。好，来了，何静雅选手，小编很开心的脸啊。对，是我们最凶的小编。但他为什么要穿这个上半身的衣服？防晒吧？还是有些人是为了防晒，有些人为了一种 style。对，有些人喜欢穿帽 T 啊，喜欢穿风衣啊。对。一个欧力，对，他本身宽板滑水是可以做空翻动作的，非常看得出来对板子很熟悉啊，对水上很熟悉。floater 这样，这张板子就很窄哦，所以它的转向好像稍微快一点。shot hop， 非常的保守，先稳定，先拿个基础分。floater， 欧力，floater接欧力。表情有点僵。Snap 接欧力的一个 combo， 哎呦 ，combo 动作哎，来点笑容，来笑容。后面的选手记得多点笑容，好吗？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都要让你看半年哦，所以这个笑容很重要。他在确认，他应该现在进入第2个 pass， 因为刚刚都没有摔结束的第1个 pass。哦，直接就进入第2个 pass。对，它时间是共用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你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换边也可以。你要想要直接继续也可以。所以刚刚在沟通说，我就直接继续。OK， 对，他刚刚动作应该说我继续直接第2个 pass。哎呦，速度来了。哦，一个 air 不错 ，air 接欧力。一个 air， 稳定。欧力接挥手，看出来开心了，你看做出来顺了，整个表情就很棒。啊，时间到了。好的。哦，这个很高哎。对啊，刚好时间到了。不然这个动作很高哎，很高，欧力哎，真的很高。对啊，而且有 power 的哦。没错。所以小编一开始在让哦。没有，他应该不会。下一个是何雅琴选手，也是我们等一下，对我们这一组最后一个，何雅琴选手，初级女子组，然后接下来后面就是宽板滑水的部分了。对，下面的组别是宽板滑水的 U18， 跟宽板滑水的初级女子组，还有大师女子组。来看小编的回放。
都很轻松自在啊。他只是在 try 这个动作的幅度慢慢拉开。不知道阿马哥有没有发现，你看像这种的成人的选手跟小孩选手差异性，就是小朋友选手都没在管这个，就是很尽量做，对，动作都放得很开。我一下去我就要做到，就直接来，反正什么都无所谓。对，但是大人就普遍就是稍微比较保守，比较小心一点。我们被社会化过，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歪爆的话，会面子挂不住。会分个几次来慢慢尝试，一次一次往前推。但后来看得出来，他的动作幅度就越来越大，慢慢越大了。对。啊。你看双脚的间距啊、力道啊都越来越好。哦，对，最后这个欧里，对，很漂亮。这个分数应该如果有计算进去的话，可惜时间到了。那我一开始还很不习惯，我们在就是快艇冲浪的时候，我身体一定是面浪，但冲浪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多的是面前，所以你的施力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老实说，我觉得跟髋有关系吧，以初期来说，我们之所以要面浪的目的，是因为让我们的两只脚可以更有效的卡住头塞。但是其实到后来，我们对于浪况熟悉或是头塞这个力道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身体会每个选手会有点稍微角度上的差异，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前期因为我们刚学，我们要尽量练习那个头塞卡浪的感觉，所以我们会让学生是比较多面着浪的状态下去做，会相对稳定一点点。他到学习过程上比较安心。对，然后到后来他习惯了之后，其实就会有各自每个人的习惯性的稍微角度不同。对，这里其实我觉得不会是绝对。毕竟毕竟运动没有标准，没有绝对正确。当然前期我们会先以理论上来说的状况去让你适应那个压浪的方法，然后后期其实自己的习惯性是怎么样，还是会有点变化，调整。对。然后我自己是会看我即将要做的招是往哪个方向旋转。假设 frontside 的话，我身体就会面浪一些，因为我这样往右旋转比较有多一点的空间。身体带的空间，对，然后如果是往 backside 往浪上旋转的话，我身体就会比较面穿一点点，开一点点，这样我可以用身体去带动那个扭动的力矩又更大。对，所以是看动作而决定的。但前期我们会先教是面向浪，是因为比较稳定的压着那个头塞去追浪。OK， 对，就是板圆的控制。然后等到后期你追浪都稳定之后，其实你要面哪边其实不是那么太大的影响。主要都会看招式的是做什么招来决定面哪边。了解。哇，今天来这个陪同转播，我觉得含金量非常高。我一直可以听到小胖教练教我很多东西。但是这些应该在阿马哥来说，就是冲浪应该都类似概念都蛮多。类似共通，可是实际跟着比赛节奏看，然后再搭配上解说，就收获很多。下一位就是何雅琴，都是很漂亮的板子。粉色、亮色的，一定要。对，玩这个就是要亮。没错，救生衣板子重要啊。对，板子装备不能输啊。对啊，我们看到漂亮的装备，心情才会好，才会有动力下水啊。没错。阿马哥，你说你用过了100-200张板子？对，绝对有可能超过。我好奇断过几张？我算过，断过23张。快艇冲浪上面应该板子不太容易断，比较多是在拿着路上的时候摔破，或是说不小心撞到河面上的石头啊、异物啊、木头的东西，或者这些有时候运气不好遇到一些垃圾、漂流物会撞到破掉。跟有时候我们 air 的时候会把板子踩比较凹下去。这一定会，因为都是 PU 材质嘛 ，EPS 或 PU。因为我那天看，你们送板子也是送去宜兰的板材生，对，一样小龙那里，对，头哥板那边，对，流畅哦。雅琴选手，我们要加速下来了 ，snap， 欧力，fin很完整的露出来了。air 吗 ？air 对。有抓板，而且有看到 Fino， 帽子掉下来。好，这应该是第一个 pass 完成了，即将进入第二个 pass， 直接接着哈。
pass 就是45秒，2个 pass 总共90秒。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呢 ？Step， 感觉是蓄力大招哦。先一个 floater 接一个 ollie 的 combo。floater， 刚感觉像是要在 floater 的时候做逆荡嘛？对，很像是。后脚的膝盖有点蠢蠢欲动。哦，一个不错的 air 接 snap 啊，有接回来了，接回来了啊！可惜。对，这个就是像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我们在做所有招之前，我们都会额外建立一个速度再做招，就会增加容错率。他刚刚那个 air 跳完下来，已经有点流失速度的情况下，他又直接接了下一招，就可能比较多风险会去流掉。所以他下来的时候，如果再维持速度，对，再维持再建立一个速度再做，就会 OK。就是比如说 air 做完落地。再加一点速，然后再做第二招，就会变得比较容错率会高一些。懂，有速度才没问题。所以，我们快艇冲浪对于速度的感受度要蛮敏锐的，就知道说你那个状态下是在加速、在减速，还是在停维持的状态。可能是把浪区分成，譬如说4个、5个阶段，然后你在什么位置，对，代表你有没有。然后跟你对于浪的推力的感受度，就像我们后来可以我们越资深的教练，就是或是选手可以越后面的原因是，越后面的浪比较小嘛，对，推力比较差，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抓到那个推力的点啊，对，所以可以退比较多一点点。哦，这个欧力就很高。哦，威尔。应该是结束了往外切，他这个动作应该看起来是结束了，裁判示意叫他往外切，结束他的这一回合。好，我们早上的那个快艇冲浪的部分就差不多到这边，接下来会是宽板滑水18岁以下组别，对，然后会是由我们的许书元教练来做主播讲评。而且就是会有很开心的，哎，对，他是非常好笑，非常的好笑，他会自动会穿插很多故事啊，对，他是非常厉害，他算是我们滑水界的对主播第100交易，太好了，感谢早上陪我们一起观看的快艇冲浪观众们哦，接下来进入的是宽板滑水，对，所以请大家休息一下。那下午如果还有赛事的朋友们，应该准备要出门喽。对，下午。我们建议都是比赛同一组别的前1个半小时到现场会比较好，要准备 standby， 我们会先准备装备，然后会先在岸上做集合，然后讲解比赛的规则。对，我们每一组出发前，教练会在就是裁判会再宣布一次比赛的规则跟细节，一定要。这个作为我们在冲浪的时候的比赛啊，选手大会都会要求选手整天 standby 哦，整天哦，因为我们根据海象浪况会随时调整组别，所以不像有可能会换，对不对？对，有可能会换。那甚至有一些比赛，它会因为风太大，可能要暂停。那暂停以后什么时候再开不知道。哦，所以是因为越国际的赛事越是这样子。是因为有时候突然浪变很大的时候，就给高级的组别上，是这样。也有可能，或者是浪很大很小的时候，他要调整时间。所以整天都要在那等。对，所以选手都是要被抠到要 stand by 的，没有办法说你等什么时间再去。好，这是早上的 highlight。第1位选手，水晶姐吗？水晶姐对，也非常的人非常 nice， 然后带一堆水果给我们吃，哇，非常胖，太 nice 了。这是第2位那个王芳怡选手 Maggie。哦，这个好高 AM 哦。对啊，360。成功哦！那组别他跟太开心了，对，跟那是下一组大神，他的 air 都非常的有张力耶。这个欧里很漂亮，哦，180。这是郑燕琪选手，学妹。阿马哥是什么系？我是日文系，日文够嘎嘎。哦，真的哇！最近我也在学日文，真的哦。那个 Duolingo 你知道吗？很好啊。可是我用了100多天，后来去日本发现，好像还是用不到，还是没办法沟通，还是手机拿起来即时翻译比较快。我大学的时候打工最尴尬的工就是去翻译 A 片。
哦，认真，对，一天要看好多部，这很酷的工作哎，但蛮好的啊，就是学这种生活用语蛮好的。哦，难怪我日文学不好，我是找错软体了。你要有一个动力让你前进。我们这是18禁的呢，我们这边是合家观赏。我们只是在讲学习语言的过程跟目标，合理。我们要看日本的比赛转播，对不对？因为日本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专业啊，包括冲浪也是在整个亚洲首屈一指的冲浪国家，出很多长短板的选手。他们其实，在板类运动，冲浪、滑水、滑雪、滑板也是奥运很厉害。对，奥运那次那个小朋友对超强。他们在板类运动上，即便他们天气关系有限制，但是他们很强哎。没错。哦，这个很漂亮，那个 air 吗？那个动作算是 air 吗？刚刚那个嘛，对啊 ，air， 就是我们借由上浪做起跳动作都称为叫 air，但如果在浪下就是 ollie。OK， 对，然后如果跳下来我们叫 char hop，对啊，浪上起跳就是 air。我们上次学到 char hop，然后下来有成功，但是角度都不够大。然后我们下水前，像火龙教练就会逼我先去跳床边，去练一些模拟的动作。对。哦，那待会宽板滑水的话，它的船就不一样了。对，会用另外一艘船，就是一样同品牌，但是另外一艘G21。然后主要是因为再加上我们不希望同一艘船一整天一直抄它。对，因为其实比赛来说，船上的裁判跟选手跟摄影师什么的很多人，然后又在连续一直在不停的开，所以其实如果同一艘船开一整天，会有一点风险，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它排开，错开来。对，然后 G21 这个船也是我们多数选手平常练习比较常用到。宽板滑水来说，宽板滑水，对，我们就换那个船去让大家就是比赛。然后冲浪的部分就是黑豹跟那个拿 Nautic G23去做轮替。像这些专用的快艇冲浪船，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美国制造。对，台湾虽然说很多人跟我说台湾不是造船厉害吗？对，但其实台湾是因为工艺上绝对没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算比起来是偏小众，对，所以台湾都主力放在做游艇，的功力很好，确实。但是国外的话，美国他们做这个品牌做很久了，像这个应该都算专项运动啊。对啊，所以它的船的构造跟要求运体上面一定都有一些know how在。对，跟一般的游艇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为了要造浪，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船的阻力很大，跟一般游艇是需要不要阻力是相反的。所以那个是尽量要省油，我们这个是为了要造浪，所以是非常耗油，费油，非常耗油。这个就像车子里面非常强的空力套件。我们一艘船多数有效容量落在280公升油耗，然后1个小时大概要烧40-50公升汽油。哇！所以等于是你一般家用车4-5个小时的续航1小时就烧完。一台车的油量，对，因为它阻力真的太大，要造出这种。然后我们都是用450匹的引擎，汽油引擎。对。还不是柴油引擎，是汽油。因为汽油的反应比较快。对。然后我们确实到后来有些滑水船是配备柴油引擎，就是新款的那种涡轮柴油引擎。对。不然老式的柴油引擎的那个加速速度相对太慢了。我们这个滑水需要很快的反应嘛。是。游艇或是交通船慢慢的起步无所谓。对。但我们这个需要比较灵活性的东西。对，因为它马上调就要速度就要。对，所以后期才开始有柴油的引擎，然后甚至有出几台是纯电的。但是现在目前因为水的阻力比空气阻力大很多，所以纯电的船在续航力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知道，据我了解是大概充8小时只能玩2个小时。充电8小时只能玩2个小时。因为像电动车技术很好，没错，可是电动车在陆地上轮胎滚动的风阻，对，比起水的阻力小很多。水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变成说蓄电力上还是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破解。对啊，像电动车他们都要求那种0.21、0.22的风阻。对，这个船那这个绝对超大。对啊，尤其是在液态的水里头，那个流体力学完全不太一样。
那充放电8个小时，然后再玩2个小时，这不划算。比较适合是家庭使用啊，就比如说你周末就是你自己3、4个家里头，对，这样可以。2个小时用完就去充电，对，所以它也比较没有那么普遍。早上所有的 highlight， 对。那感觉早上组别女子选手比较多哎。刚好是对。你们自己在带的时候有分男生女生，是50-50吗？还是？目前看起来差不多哎。但女生其实我没有细算，但是女生好像稍微多一些哦。那个快艇冲浪部分。因为蛮就是好，就是有趣，然后又不会比起宽板滑水不会那么高的速度，那么大的力量。对，然后比较优雅。对，比较优雅。啊，比较可以放松一点点。不然老实说，比起来宽板滑水在跌倒的时候会相对比较痛哦，那个高速撞击水。但是初期来说，刚学的时候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新手在教学的时候传速度也比较慢，所以其实2个宽板滑水跟冲浪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到很进阶开始做一些空翻或高强度动作的时候，才会比较有感受差异。不然前期来说其实差不多，以休闲角度来说是差不多的。宽板滑水也不会说特别痛还是什么，只是到竞技来说会稍微确实是比较快，因为速度比较快嘛。了解。那我有观察到，大概这3、4年，就疫情结束之后，在冲浪里头也是女生的占比越来越高哎。现在可能以前大概是8比2，男生8，女生2。以前大概10年前，那这5、6年开始，我觉得拉到6比4，哇！所以海上女孩子的能见度变高。可能以前大家都会怕晒，对，现在美黑啊，对，大家觉得黑也不是不好，黑也很好看，对，而且健康美啊，对自己身体运用越好，就是越能够让你的日常生活安心嘛。没错。现在看到都是早上的 highlight 回放哦，然后所有选手精彩表现。学妹，那他们的话就要到明天才会是决赛。对，然后像我说的，就是如果组别没有满6人的情况下，就是分数越高的明天越晚出赛。对。那会在网站上面看到 ES 这边会公布他们的排序。会，我们今天结束，基本上等一下那个裁判组那边成绩如果回来，我们就会算完统计完就会公布。对。360。好的。对，现在会场这边还在准备宽板滑水，就是下一场赛事的。对，因为我们换项目有换船，所以在设定中。哦，现在看起来风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所以对于宽板滑水的选手来说，会有挑战，影响比较大一点点，比起那个快艇冲浪，挑战度会提升。但这就是比赛。对呀。水面状况。环境状况也是比赛的一个重要环节，没错，而且冲浪应该更对，而且是同组的选手，大家 share 一样的条件，对，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冲浪选手啊，他们在自由练习的时候，你要去克服，不要只挑好浪，在风大浪烂的情况下，可能也要下水做练习。那我们感谢我们的许书伟教练吗？许书源，对。他即将接替我的位置，太好了，来做主播。
哇，大家好，大家好，这是巨阳尼，现在在当转播啦。我们紧接着要这个上场的比赛嘞，就是我们这个 U18，我看一下哦 ，U18 的 Wakeball 的比赛，第一位准备要上场的选手李承颖选手。他2014年是参加缆绳滑水公开赛的，看来是一个从连坛上来的小选手啊，我们好好的为他加油一下。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传脱的比赛呀。那 U18嘞，我们的规则这个动作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你有多高级的招行就全部都做出来就对了。好，李承颖选手，我的发型也是很酷的。我们看他们这个高雄的选手们准备要带给我们什么动作呢？已经开始做招了吗？已经开始做招了，好像做了那个2个水面的360，刚刚这个浪花超大，完全把选手挡住了啊！我们现在有点看不到选手的状况，不过看起来他现在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做一些水面的招式，先拿到一点基本分数。李承颖选手来自高雄哦，已经过了浮球了，所以一定是已经开始做招了。好，那我们等一下看看水面的招，刚刚没看到几个，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看到一些跳浪的招。好，今天的水面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跟前几天比起来，先做了一个 Hillside One Wake， 动作非常的稳定啊，不愧是来自高雄的实力雄厚的选手。接下来马上换到偷赛，一个偷赛 One Wake 在起跳前身就放掉了单手，非常的随性，非常的有 style。现在出去马上转了这个水面的180之后，换到的是笨脚吗？笨脚的 Hillside 的 One Wake， 抓住了。看起来他的这个板子好像 fin 有点小，他在这个水面上是蛮鼓溜的，可是他就是靠他过硬的基本功啊，直接就是还是把自己救了回来，然后一个短压水，他直接一个短压水，在赛道结束前想要拼那个 Hillside Two Wake。在这边是可能在空中的时候，这个 handle 的位置没有好好的保持在左脚的正上方，所以他在这里呢是摔了第一次。好，那我们 Wakeball 的规则就是你总共可以摔2次，所以他现在摔了第一次嘞，他还有一次起滑的机会不过他的那个赛道目前也是结束了所以他现在剩下的距离应该也是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了，等下就是等着那个比赛船把他拉起来，然后站着等船绕回来进入 Pass 2。好了，在这个同时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这次赞助的厂商非常的多啊。这个首先呢，鼎岩中医的盐里里保养品，然后感谢纳木精致天然香氛，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沐浴乳那个浴室都有准备这个纳木这个高级的这个沐浴乳，欢迎大家去使用。还有百川建设 Chris Tou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波龙咖啡。好，我们剩下的赞助厂商，等一下我们再花时间好好的感谢他一下。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比赛场上，李承颖选手再度起滑，这是他要进入他的 Pass 2了。我们 Wakeball 总共有2个 Pass， 所以在这2个 Pass 370公尺的长度里面，想办法塞越多招越好就是了。所以现在偷赛，有一个单手压出去，非常的有 style 啊。然后现在压到够远的距离之后，算好距离。压进来之后，一个飞，又是在同一个 Hillside Two Wake 的挑战，那看起来跟刚刚是一样的状况，他把那个 handle 没有好好的维持在他的左脚正上方，真的非常的可惜，在这里是摔了第2次。好，不过今天是预赛所以我们 U18 的预赛总共有3个人，那应该是 All to Final，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适应一下船浪，适应一下水面，还有自己的板子。好好再为明天的决赛做准备啦！好了，现在李承颖选手的比赛就结束了，紧接要上场的 U18 第2位选手是蔡坤哲选手。那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巨阳尼主播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2楼啦。那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如果听得到我声音的话，帮我眨几下眼睛。完全看不到。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李承颖选手的一个 highlight。哎呦，在这里是笨脚的 Hillside 弯位，然后顺利的还是把他拉住了。哎呀，这是第1次的 Hillside 突位摔水，这是第2次的 Hillside 突位摔水啦。好，不过预赛而已，好，所以得失心不用太重。我们紧接要上场的蔡坤哲选手，哇，第1次参赛耶，所以就表示他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参赛经验。哇塞哇塞，坤哲哥哥好，哇塞哇塞哇塞，上车喽！现在就让你主播在2楼努力的帮大家做比赛讲解、赛事转播，你们都在1楼。我在2楼，高处不胜寒呐、各位想要听笑话吗？没有人理我，我不讲哦。哎，真的没有人理我，他妈的！那个1楼到底听不听到我声音啊？哦，听不到是不是？好，来。蔡坤哲选手，了解。好的，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蔡坤哲选手已经准备好要下水了。哇，第1次参赛啊！哦呦，想必他一定是非常的紧张。一个小帅哥，应该也是来自高雄的选手吧？哎呦，小心哦，头不要撞到我们的出发船。好，我们出发船感谢海翼一哥这边的单位的这个大力支援啊，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选手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等待的出发的地方，非常的感谢。好，那我们蔡坤哲选手哇，准备要出发了。这个起滑的姿势很 pro 啊！好，第1次参赛哦，哇塞，其实他那个肌肉非常的壮硕哦。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看他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如何。首先，一开始准备要做什么动作呢？来，先检查一下经过浮球了没。经过浮球之后再开始做招啊，不然在浮球之前做招都是不算的。但只要你的船一过浮球，马上就可以开始了。来，先一个摸水挥手，一个横板吗？然后在水面180两个，接下来背滑这个 power slide， 直接转水面360碎啦！来自连潭的选手，他们基本招水面勾都非常的强哦。刚刚又是一个背转的360，又是一个正转360，他是换了正脚笨脚的4边360，就是正脚的正转背转，还有笨脚的正转背转，总共4边360，厉害厉害哦！现在直接宣告加速。好，蔡坤哲选手现在先压出去，这个距离应该只是一个。没错，只是1道浪的距离。好，先跳了一个稳稳的 Hillside One Way， 接下来偷赛这边拉着稳稳的，也是一个偷赛的One Way， 都有确实的离开水面了，这应该这个没有任何争议。他就这样子拿到了1道浪的分数。现在看起来是赛道已经要到底了吗？好，那目前嘞，目前表现非常的好。那现在赛道比赛船转弯，然后我们再重新要进入赛道。接下来是坤哲选手的 Pass 2， 准备要开始。他已经在 Pass 1的最后进入了跳浪的阶段了。希望我们 Pass 2就可以看到一些跳2道浪的动作。好，这个速度还要再加一点点速。我们大拇指往上就是要再加速的意思。好，这个压水很可能压到最外面之后，一个哇，在空中啊，这个跳得非常的高，然后好像也有非常有意识的想要把 handle 握把维持在他的左前方。不
过在这里呢，应该是真的跳太高了，不会 land 啊，哈哈。这个比赛就是你要去各种的适应所有状况，这个传浪也许比你平常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呢还要大，那这个自己要小心哦。这个跳跃的时候，空中的姿势要怎么的维持住，这全部都是经验啊。好，那这个他只是第一次摔水，所以还有再一次的起滑的机会哈。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来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啊，那还有根本在旅行的日系咖啡厅，味觉百转零食的进口商，川象吹美食鲜冻包，乖乖生技保健食品啊，爱康也是保健食品啊，非常感谢波塞顿海洋运动俱乐部，在澎湖的俱乐部哦，莲潭滑水主题乐园，高雄的滑水乐园哦，刚刚那个选手也是来自高雄的莲潭领军过来的选手。还有车满城自助洗车场 ，Surf Ace 服饰品牌，启程居家物理治疗所，非常感谢这些赞助我们的大力赞助我们的厂商。那现场我们也有2个摊位啦，欢迎大家。画面有状况。现在摄影机是在照我吗？哦，现在不用讲话了。好。哦。了解。那现在播 highlight 的时候，我这里的麦就是关。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哈，那个赛道就是船上面的那个摄影机似乎断线了，所以我们现在全力的把它恢复连线中哦。那现在这段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转播这个选手的表现给大家看。那我们这个连线一恢复一定会这个最快的时间再把所有的这个比赛精彩的实况给大家转播。哦，蔡坤哲选手也可以跟大家这个纠正一下哈，蔡坤哲选手是蚊子滑水俱乐部的啊，他不是来自莲潭的啊，抱歉，那个主播不专业啊，在这边这个讲错了选手的这个所属俱乐部，好，再度更正一下，蔡坤哲选手是蚊子滑水俱乐部的选手，那也就一定是这个传脱专业的选手。我知道，好，那现在是收的嘛，对不对？
经过日月累积，台湾滑水的成绩已在国际舞台渐渐崭露头角。今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与泰国亚洲滑水锦标赛双双拿下佳绩，我们将持续延续这份热血，传承滑水的精神与荣耀。有时候青春就是一股冲动，就是现在，试一次就知道了。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不犹豫才是真的青春。有些事不做就会错过。Seize the moment and move towards with courage. You only live once. 一切从基础开始，先从简单的动作练起，蹲下、握绳、调整平衡，看似重复，却是站上水面的必要准备。没有捷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练习，也是在告诉自己，先稳住，再去挑战。摔倒，再站起来。第一次掉进水里，也许会有点沮丧，但你慢慢会发现，只要再试一次，就能抓到感觉。每一次摔倒都会提醒你自己的极限，而每一次重新站起，都是进步的证明。浪花连接我们的热情，大家在水上互相鼓励。水花飞溅，笑声、喊声、跌倒，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青春和热血。青春、传承、热血，这是一段我们从零开始的过程。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站起，都是我们对青春热血的证明。
好的，我们现在终于连线又恢复啦，感谢大家的等待。那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比赛是大师女子组，第一位要出场的选手是林敏选手。好啦，之前也参加过全国杯的初级女子组的比赛，然后最近看她是练得非常的勤啦，那我们希望她可以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好，那再度感谢所有的观众的耐心的等待哦。好，那我们这个比赛重新连线。这个精彩继续，看一下林敏现在比赛船准备要去接他了。哇，我们可以看到天气非常的好，那只是水面开始起了一点波纹啊。那这个对 wakeboard 选手来说呢，我们会希望这个水面是越平越好啦。啊，希望这个目前的这个水面的起浪的状况不会影响到我们等一下选手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选手非常有精神的，非常开心的在船上。跟这个大家比耶，林敏选手下水了。好，感谢海毅的这个海毅大哥慷慨的借我们船，让我们可以给准备出发的选手一个舒适的休息空间。林敏选手准备出发。非常的有精神啊，非常的开朗开心啊，比了一个爱心，很好啊。那准备进赛道，看起来应该是还没有进哦，所以他就是在赛道前呢，先让自己的身体暖身一下，先动一动。哦，对，准备要进赛道了哦，完全没有打算做水面招，直接压出去吗？一开始就要跳浪吗？哦，进赛道了，在浪外做了一个 ollie。再回到浪边，再出去一次。这一次要做的是power slide， 哇，这个水花溅起来，这个非常的帅。power slide 完了之后，到这边偷赛压进来，做了一个这个偷赛的这个，要让裁判来决定这个有没有离开水面。不过他相信他想要尝试的是一个跳浪的动作。然后这边偷赛，偷赛这边也尝试了一个 ollie 之后，再度压出去这里，哇，这个横板的打招呼，哇，在这个横板这一招上面再加了一点调味料，加上了自己的一个 style， 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轻轻的 hillside one wake 跳浪。目前呢，看他都对自己的招式都非常的有把握哦，在这边浪边做了一个 re-entry 的 ollie， 在浪边做了一个这个非常扎实、干脆、不拖泥带水一个180，然后再转一个。水面180回来之后，哎呦，不好意思，回到了正角，回到了浪中间。看来他是第一个赛道已经结束了。好，那准备出赛道之后，我们在美丽的关渡桥下方绕了一圈之后，准备要进入 Pass 2喽。好 ，Pass 2进入赛道，林敏就非常毫不犹豫的偷赛压水出去。第一招要尝试 hillside one wake 的阴地抓板，后手抓这个前刃。接下来再度尝试了一个偷赛 one wake 吗？他似乎没有要加速，那这个速度的浪的宽度是没有办法跳过突位的，所以看起来他是继续要尝试 one wake 的跳浪动作。接下来一个 one wake 的，相信他要做的是180，然后以这个来看啊，摔水了啊 ，one wake 的180，刚刚看起来板头有点朝下了哈，所以这个 handle 也离开身体，没有保持在身体的旁边，造成身体不稳定。那这里是他的第一次的摔水。应该是还在白色浮球的前方，所以他还有一次的起滑机会。好，那我们的赛道呢，这个会摆一颗白色的浮球，起点跟终点都是红色的浮球。那我们在赛道3/4的位置会摆一颗白色的浮球哦。那过了那个3/4的位置摔水的话，那是没有再度起滑的机会了。在那之前摔水。那如果在规则之内，那就还可以再起滑一次。
OK， 那林敏选手刚刚 Hill 赛这个弯位的180摔水，心里大概再想一下啊，再想一下刚刚的这个动作可能这个出现了哪些错误，看看可不可以调整之后嘞，再挑战一次，把这一招成功的在比赛中扔下来。虽然这个是预赛啦，哦，那这个3个人，所以应该是 O2 Final 应该是没有问题。明天应该还是会进决赛，不过今天就还是尽量的适应水况、适应浪哦，在各种状况下把自己的招都想办法做出来。没有要打算再做一个180，在这里是再跳了一个 Hillside One Way， 然后可惜在这里是第2次的落水了啊，不过赛道也结束了，所以我们林敏选手他的预赛。就在此告一段落。那跳了各种的 One Wake， 还有 Ollie Reentry。所以可以看到他的 highlight 啊，他对于自己有把握的招那是没有问题。这个 Power Slide 做得非常漂亮啊！哇，这个横板打招呼，这个应该可以给裁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少人这样做的。这里的 Hillside One Way 是做得非常的稳定，这个分数一定是稳稳的拿到，没有问题。这里在浪边做了一个 Ollie， 然后在这里，这个做了一个很干脆的水面180。这里是一个阴底抓板，对，这个有 land， 他是在180的时候才摔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吧。Hillside 180啊，在这里是摔水了，非常的可惜。然后再度起滑的最后一个这个 Hillside One Way 也是再度的摔水。好啦，那我们看完了林敏选手的 highlight 精彩的回放了之后，紧接要出场的下一位选手，下一位选手赖义英选手，哇，这个是 Ingrid 的选手，他是 Wake Surf 跟 Wakeboard 2栖哦。刚刚其实前面早上我们才看完他在大师女子组的 Wake Surf 的比赛，现在马上换装，然后换板子，这个马不停蹄，就再度的踏入了我们宽板滑水大师女子组的比赛啦。好，所以 Ingrid 的选手，2栖选手，让我们看看他在 Wakeboard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精彩的表现。Ingrid 的选手已经进入了水里，准备要出发了。绳子应该没有打结吧？好，Ingrid 的选手跟林敏选手，哇，他们都这个每个礼拜都有自己固定的团练时间啊。他们指导教练是我们 ES Wake 的主理人之一阿宝教练。看看这段时间的集训Ingrid 的选手是不是有这个长足的进步呢？好水面好像有一点点乱。好，一开始先做一个 Ollie 在 Wakeboard 跟 Wake Surf 是都有的招，就是在水面做一个臀跳的动作。好，那还没进赛道的意思吗？所以现在在等待经过了红色浮球之后就可以开始做招了。经过了，又做了一个 Ollie， 以 Ollie 来开局。现在再度往外怎么样？第2招Ollie 180，然后呢，笨脚吗？哇，Ollie 180，哎呀，在这里是第1次的摔水了。哇，不过这个动作如果成功的话，那非常的流畅的一个连招啊。Ollie 之后，Ollie 180马上接压水进来的一个跳浪动作。哇 ，Ingrid 的选手他给自己安排的招式非常的华丽哦。好了，在这里是第1次的摔水所以刚刚的那个跳浪的动作就不算分。那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我们这个厂房内有雨树咖啡，还有 Lin Ming Yi Chocolate， 大家都可以去这个逛一逛他们摊位，找点东西来吃吃喝喝。Ingrid 的选手现在准备要再度起滑，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起滑机会哦，要把握哦。好，Ingrid的选手再度起滑了啊，他起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这个直接的站起来，迅速站起来之后，马上到了偷赛边压水出去。哦，这里要尝试的是正脚了吧？这应该是正脚的，哎，正脚的 Hillside One Way 跳浪，正脚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刚刚那个是笨脚，那当然就是可能比较不熟悉一点。哇啊，这里是想要尝试偷赛跳浪，不过姿势有点被浪这个推偏了啊，应该在这里是。看起来我们起风了哈，所以这个水面变得有点乱了。因为 Ingrid 选手在压水的时候就被影响到了，哎呀，那在这里是第2次的落水了。以 Wakeboard 的规则来说，落水2次，你的比赛就结束了。所以 Ingrid 选手他的预赛就到此告一段落啦。好，那紧接在后面要出场的王月英选手。大师女子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准备要出场啦！好，在这里应该是 Hillside 的 Ollie， 我们来看一下 Ingrid 的精彩回放。在这里 Hillside Ollie 的180度没有问题，然后这里接了一个笨脚的弯位，在这里是很可惜的哦，这个 handle 没有靠近身体啦，啊，那远离身体之后拉不住就摔水了。那正脚的倒是没有问题，动作非常的标准。那这里是正脚的偷赛，那被这个水面太乱了，所以他这个被浪推歪了他的压水，然后在这里就是偷赛，可惜都没有挑战成功，在这里是摔水了。啊，王月英选手第3位大师女子组的选手，哇，每次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带这个可爱的吉娃娃小狗狗来跟大家一起上船。啊，这只小狗狗非常的亲人哦。可以跟他玩得很开心，看看这个小狗狗可不可以带给月英选手好运气。他曾经得过113年，就是去年的全国杯终极女子组的冠军啊！哇，这以前的战绩非常的辉煌，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出发的这个位置已经改变了，刚刚是在关渡桥的正下方出发的，那现在是改到这个另外一边，原本是终点的地方，现在变成起点，现在在这边出发。那由于这个流速的关系，那我们是认为这样子对选手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涨潮跟退潮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退潮，所以换个方向出发。王月英选手终极女子组的冠军的话，那以终极女子组的规则来说，是可以做一些抓板、180的这些动作。那我们看看，等一下王月英选手是不是有办法在这个比赛中做出来给我们看。当然，这个水面可能看起来这个已经比较有点难处理了。那我们看看月英选手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些乱浪。月英选手带着一抹微笑准备要出发。可以看到月英选手出发起滑的姿势是用踩板的这个姿势。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好，准备出发。顺利起滑之后，接下来等着进入赛道。哇，月英选手迫不及待，也是一样直接先压水出去，来一个 Ollie 暖身，适应一下水跟板子。看起来怎么样呢？有找到这个平衡点了吗？现在持续的一直在 Hillside 做 Ollie， 应该差不多要进入赛道了。进入赛道，准备做第一招偷赛。
哎呀，虽然说经过了浪花，不过还是顺利的跳了一个偷赛的弯位。哦，现在偷赛压出去有点远，这是要做一个 hill 赛的。哇 ，hill 赛弯位，而且加抓板，跳得非常的高哦。摄影机刚刚好像有一点抓不到它的这个那个高度了。我这里是一个偷赛弯位的抓板，哇，两边的跳浪没有问题，再加上抓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两边都做阴底的抓板。接下来怎么样呢？180吗？哦，依旧是 hill 赛弯位的阴底抓板。接下来偷赛嘞，这边偷赛拉住，然后哇，偷赛了180，哎呀，非常的顺利呀、啊。然后换到笨脚，哇，没有要转回来的意思，直接笨脚的偷赛，笨脚偷赛 yes， 哎呀，看起来是转太多了。啊，偷赛的180，其实这个角度不用转太多，啊，稳稳的有勒住 hill 赛，脚跟有压住浪，其实就可以这个稳定的滑出去就可以了。啊，不过他挑战笨脚。非常的这个有冒险精神。好，所以他这也是第一次的落水，那感觉也已经快要到赛道终点了，所以越野选手应该等一下起滑之后就等重新进入 Pass 2。好，我们可以看到了，越野选手已经拿到绳子，在水里面蓄势待发。越野选手他这个动作啊，这个目前做出来的都还蛮稳定的，所以接下来还有 Pass 2一整条赛道。不知道王越野选手他打算安排哪些招呢？啊，看到我们王越野选手的确，他就站着，然后慢慢的等船绕圈回来，重新进入赛道。那么后方就是我们的关渡大桥。今天天气真是非常的好，水面虽然开始变乱，但是跟前几天比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了，是一个可划水的程度。哇 ，Pass 2的第一招准备要做的是偷赛，偷赛弯位，哦，有点被浪花拉到，好，没关系，现在换到 hill 赛边 ，hill 赛压水进来，这个距离。哇，他似乎要抓的是一个 roast beef， 好，那刚刚板子有点挡住，不过不管怎样，他跳的是非常的高，这个强度一定分数是有拿到了。那偷赛这边似乎相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有把握，所以目前就是正常的过浪之后回到 hill 赛这边做招 ，hill 赛这里再一个应该是想要做 indie grab。哎，怎么样？觉得浪有点乱，然后好算了，这样子的意思吧。好，应该也已经这个超过赛道了，所以就直接丢绳等那个比赛船来接他啊，这样子他的 Pass 2完美的演出，没有任何的失误。那随着越野选手比赛结束，我们 Wakeboard 暂时这个。也告一个段落，紧接着要上场的就是 Wake Surf 的比赛啦。好，我们可以看到越野选手的 highlight 啊，尝试了非常多的 hill 赛的招，然后抓板也都抓得非常的稳定。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偷赛的180，所以有抓板也有转体，那看起来他的这个综合分。应该会蛮高分的。那这里啊转太多了，这也是第一次的摔水，是笨脚的偷赛180摔水。
所以接下来就不再尝试笨脚的这个180了，接下来就是不断的一直重复的做 hillside 的这个 one wake 的抓板，然后追求那个高度，每一下都把它跳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完美。那紧接着要上场的是青少女子组的 wake surf 的比赛，大家敬请期待。
好的，我们这个比赛马上要开始啦！青少女紧接要上场的青少女的 Wake Surf 的比赛，第一个要上场的选手郭雨晴选手，哇，她参加过2025 CWSA 亚锦赛业余女的季军啊，非常的厉害。那这一次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杯啊，哦，今年马上就参加了2个比赛，来势汹汹啊！好，那我们这个期待一下郭雨晴选手会带来什么这个表现呢？这个郭雨晴选手，我们的比赛船似乎是我们最高级的 G23吗？好，郭雨晴选手顺利起滑，现在用绳子似乎在稍微测量一下浪的距离跟长度吗？ OK， 丢绳丢得非常的干脆，准备开始做招。领导还打招呼，这么厉害啊！教我。好，接下来似乎想要做一个 Ollie 好，然后在浪下稍微找一下脚感。接下来啊，这个是一个 snap。哦，雨晴选手再一次的逆道吗？哇，厉害哦，厉害哦！这样子 snap 加逆道，不确定是不是。 有一个连招的分数，哇啊！想要尝试做的是一个 air， 好，然后这个应该是跳太高了，然后就往后溜出去了。哇，雨晴选手好厉害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那个小选手，其实 Wake Surf 他们实力真的都非常的坚强啊。哦，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水面的确开始变得有点乱了。 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这个水面乱心理平，能够不被影响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啊，画面上可以看到远方的我们的关渡宫，起滑前跟他拜一下，看看有没有得到保佑啊。好，雨晴选手拿到绳子，准备再度起滑。 我们最高级的 G23比赛船，好，请选手，哇，我没看到，好，这个刚刚这个摄影师，比较抓这个上半身的特写，然后没看到他准备想要做什么招。 好，在这里不确定是受到了什么影响，所以这里是第2次的摔水。那 Wake Surf 的规则应该是45秒里面你可以摔水2次。好，那这是你的 Pass 1。那接下来应该我就要进到 Pass 2了。Pass 2也是总共的时间是45秒，在这45秒之内呢，就是想尽办法的塞越多招越好，这样子。 好了，接下来起滑之后，应该就是等到 Pass 2， 裁判宣告 Pass 2开始，他就要继续丢绳做招了。好，顺利起滑。现在郭雨晴选手 ，Let's go！ 非常认真严肃的表情啊！现在踩着他的这个。 训练的伙伴，稍微加速一下，大拇指向上就加速，向下就减速。哦，再度做了knee down，knee down 之后应该是想要做 ollie，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连招吧。接下来做 snap 一个浪上横板，然后这个 air 这个加速到浪尖之后做一个 ollie， 这是一个 air。 再做一个 air， 哎呀，似乎还是流掉了，哇！那么不确定他的时间还剩下多少，目前看起来还要再回去，让他起滑1次吧。好，那这个还有最后1次机会，稍微思考一下啊，看可不可以从刚刚做的动作里面。 看可以改进什么地方，再把自己心里的理想的招式全部都做出来。雨晴选手加油加油！
好，还有一次，的确是还有一次的起滑机会。Let's go, let's go。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厂房呢，有语速咖啡跟那个 Lemon E Chocolate， 好，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可以吃跟喝，大家欢迎到这个厂房，这个自己去找东西来吃喝喝。好，雨晴选手最后的机会，哇！最后的机会，在时间压力之下，直接尝试一个大招360。好，那这里很可惜也是没有做成功。好，所以雨晴选手青少女的这个第1位选手呢，那她的预赛就到此结束啦。好，那今天是预赛，明天决赛。好，那今天还有这个调整的机会，希望各个选手明天都可以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哦。接下来我们看的是雨晴选手的 highlight 回放。首先，哇，一个标准的knee down，还挥手，好厉害呀！怎么做到的？好，这里是一个 snap， 还加上knee down，snap knee down的 combo 吗？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个 air， 这里是这个跳太高了，流掉了啊，没有下来重新抓到推力。这里这个姿势是想要做360吗？好，然后这里 knee down， 再一个 ollie， 然后再一个 snap， 这里是做 air 啊，然后这里是一样流掉，然后360直接尝试，最后也是失败了。好，随着郭雨晴选手结束之后，紧接要上场的选手是林维宁选手。哇，宁选手就是我们的看板人物啦！哎呀，仙女从这个看板走出来啦！宁选手，虽然他现在这个照片里面穿的是 wakeboard， 但是他现在要比的可是 wake surf 啊！这个也是一个偶尔双栖的选手。宁选手，之前这个赛前没时间的时候，哇，还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习，非常认真的一个选手啊！希望他等下可以带来他最好的表现。好了，我们现在在现场呢，冰水、冰啤酒、冰红牛、冰可乐也都在卖喽。那大家这个想要喝各种的饮料，那欢迎大家这个到处逛逛，自己去选购一下哈。水面有点乱。宁选手，宁，What does the fox say？ 好，那宁选手准备要出发了哦，绳子准备丢给他。宁选手，他的教练是ED 教练，最近在 ED 教练的教导之下，进步非常的多。看看他可不可以把这个进步、这个表现带到他的比赛里面，完美的这个展现出来。宁选手准备进入赛道，等到裁判说比赛开始。就要丢绳，准备开始做招了。好，现在拿绳子先尝试了一个 ollie， 试了一下浪之后说没问题，让我开始吧。好，加速，先做了一个 ollie。好，然后稍微上下浪怎样？下一招，第2招，这里做了 floater， 还要再加速一下，似乎是这个觉得浪的形状还不是很满意。好，接下来snap 之后顺利的下浪，哇，非常的稳定哎！目前3招，现在下一招 floater 之后 ollie， 这里做的是一个连招啊，开始出连招了哦，开始出 combo snap 下来 ollie， 哇塞，什么都可以接 ollie， 非常的稳定啊，实力坚强的宁选手，现在在浪底准备要做的是 air， 哇塞，这个加速上浪一个大的跳跃。清楚的看到板底还有 fin， 这个厉害的展示。好，所以现在哇 ，pass one 是 stand pass 哦，那他可以选择直接进入 pass two，
哇，看起来是直接进入 pass two 了。这里一个哇，什么 floater 泥道吗？有这种事？真的假的？泥道可以在上面做的。好，再一个 Indy Air Indy 的抓板，好厉害哦。好，接下来又一个 Indy 抓板，然后snap， 所以这样子是 Indy 抓板加 snap 的 combo 吗？好，总之留给裁判决定。现在放大招是 lip slide， 我这里做一个 lip slide。刚刚看起来他是有一个放大招的节奏哦。这里，哎呀，做一个360，哦，跟这个我们郭雨群选手一样，在最后应该是最后吗？好，不确定。总之，好就是这个360都有尝试了一个360。哦，好，看起来宁宁选手。他是这个最后一招放完360之后啊，虽然是失败，不过哇，其实每一招都很稳定哎。好，那前面有做出来的招非常的有把握，应该可以给他拿到不错的分数。好了，那宁宁选手比赛结束哦，接下来换到了下一位选手是李希杰选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英文名字是 CJ 的意思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宁宁选手精彩回放。先一个 Ollie 之后，一个 Floater， 哇，非常的 chill 啊，都在他的掌握之内。加速一下之后，来一个 Snap， 这3招是这个独立的招做完了之后，接下来好像就是要进入 Combo 的阶段。哦，这个 Floater 加 Ollie， 然后下一个是怎么样 ？Snap 加 Ollie 吗 ？Snap 下来 ，Ollie 帅。这个紫色的漂亮的板子，好，接下来一个 Air， 好 Air 之后看起来是 Pass 1结束，然后他就慢慢的等进入 Pass 2， 这里一个 Air 抓板，然后再一个 Air 抓板下来配 Snap， 好，应该是想要做一个 Combo， 然后这里一个 Lip Slide， 哦，他好像差点滑倒了，自己也有点这个怕怕的。这里有一个360啊，失败。不过我觉得整体表现应该非常的好，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数。李希杰选手，李希杰，好，今年的 CWSA Candy Cup 业余的女季军。好，然后14年的国手选拔赛青少女的季军，还有今年是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杯。其实台湾这样子每年办的比赛啊，也是越来越多哦。你如果真的很积极的参赛的话，1年之内你就可以参加到很多次的比赛了哦，可以快速的累积经验。哇，一个单手起滑，光是起滑就气势很强的样子哦。李希杰选手 CJ， 好，一个 Ollie。一样，在正式进入赛道丢绳之前呢，先跳一跳，找个感觉。CJ 选手，先一个丢绳之后宣告降速一下，好，做了一个 Ollie， 正式开始，再度降速，似乎还没有找到最适合他的这个浪的推力吗？还要再降速，哇，连降3次。好，这里是做了一个 Air 之后 Snap，Air 接 Snap， 再来，这里是这个。Splash 踢了一下水花，然后这个把自己降速降太多了，然后就流到太后面，这个流走了，流到了没有推力的地方了。这个巨航你主播是不是很专业？不过他这样子刚刚3个连招，这样子不知道算不算哦？就是他连做了3招，那第3招如果失败的话，前面2招的连招不知道算不算。好，留给裁判去烦恼吧。好，那再度提醒大家，我们现场现在有蛮多的摊位，还有蛮多这个饮料可以去买。好，大家口渴了啊，这个绝对不要委屈到自己，好吧？希杰选手再度单手起滑，哇哦，他第2次起滑直接要挑战的是笨脚，
switch 的动作，先做了一个 ollie 啊，在这个 ollie 就板头插水，看起来是来不及压到后，也来不及压回后脚去找推力。那在这里是笨脚第一次的摔水了。那接下来应该还有再度起滑的机会，看看我们西捷选手接下来要做正脚还是笨脚的招呢？西捷选手。OK， 顺利拿到绳子，现在看起来是正脚啊，想要做回正脚的招了。正脚他想做什么呢？摔水之后起滑，应该时间就是马上开始照算了哈，所以要赶快把握时间。丢绳之后，好，可以开始做招了。上下浪 ollie。哇，180， ollie 180，哇塞，这算是大招了哦。西捷青少女的第3位选手，前面2位选手他们最后决定要出的大招是360，西捷选手在这里则是出了一个 ollie 180。啊，还有起滑的机会吗？还是就这样结束了呢？好了，我们 Wake Surf 的规则是裁判说开始之后，往后算45秒，在45秒之内想尽办法做越多招越好。总共有2个 pass， 所以有2个45秒这样子。哦，所以西捷选手看来他的时间还没有跑完，这应该也不管怎样就是一个最后的起滑机会了。他会正脚他会再度挑战ollie 180吗？来哦，看看哦 ，ollie， 好 air， ollie 跟 air 都做得非常的顺啊，看来没有让这个乱浪影响到他的这个表现。哇，这里要做的这个 alley-oop， 哎呀！这个有顺利的转回来，不过转回来的时候已经在浪花的地方了。哎呀，看来是失去推力了。不过他有尝试了蛮多大招的，ollie 180 alley-oop， 然后甚至有尝试笨脚。所以看起来如果状况好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实力坚强的选手啊，李西捷选手。那看起来比赛结束了，所以接着要出发的就是青少男子组的 Wake Surf 比赛啦！好，所以我们下一位要上场的选手周佳丽选手，在那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西捷选手精彩回放，这里一个 snap。好，这里一个泼水啊，一个 splash， 然后在这里泼太大力了，哈，这个整个人跑到太浪外，然后就失去推力。在这里一个 ollie 180 ，ollie 180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大招哦。所以接下来 ollie air， 接下来的是 alley-oop， 就在这里转回来的时候已经落到浪花区了，非常的可惜。好，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周佳丽选手准备要上场喽！周佳丽选手，周佳丽选手 Charlie 选手，一个漂亮的紫色板子 ，Soulcraft。那我们这个 ollie
在跳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板底哦。所以我们 Charlie 选手这张照片做得非常的好，板底完全露出来给大家看，表示他跳得非常的高。Charlie 选手有得过这个 U14的季军。好了，我们先等这个裁判讨论完上一组3位青少女选手的比赛成绩之后，结果出来之后，我们青少男的选手就要马上出发啦。好了，现在我们在现场呢，已经正式开始供餐了。所以，如果你的 IG 有追踪这个 CXC Real Food 这个 IG 的话，然后你追踪完，然后你限动也标注 CXC Real Food， 那我们现场观众，你就可以用这个65块的优惠价去跟这个摊位取餐。那么原价是115块哦，哇，这个打折力道非常的大哦，欢迎大家多多去跟他们取餐。那选手或者工作人员的话，就可以免费领取，所以大家肚子饿的话，赶快出发。然后还有川味凉面，胡麻跟麻辣口味2选1。供餐时间是11点开始到下午1点半，这一段时间内，大家肚子饿的话，记得多多去。这个把握机会去拿餐点。青少男的选手周嘉丽选手，他的英文名字应该是 Charlie。没有，我不是在搞笑，他真的英文名字是 Charlie。他也是跟着 ED 教练训练的非常久，看看他今天这个预赛呢，可不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现。好，比赛正式开始。Charlie 选手，小朋友正式起滑。好了，进入赛道之前呢，他就先拉着绳子站着。好，我们再度回到赛道上。Charlie 选手丢绳之后，做了一个 Ollie。哇，这个 button turn 之后，这个 snap， 哇塞，很厉害哦。好，再一个小小的 snap 接 Ollie 这个 combo。哦。这个上去 floater 之后，哇，下来没有问题。下面再上下浪去找一下脚感，再一个 air， 呼呼，很厉害哦。Charlie 选手很稳定。然后这里又是一个 air 加 snap， 哇，这是一个 combo。开始进入到 combo 了吗？好，做了一个 snap 下来，做什么嘞 ？air 下来 ，snap。在这里最后是挑战了一个360，前面的他的招式看起来都非常的有把握，把最基本的那些分数拿到了之后，最后挑战大招做了一个360，那可惜在这里第一次的摔水了。他的 Pass One，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是直接要进到 Pass Two 吗？好，接下来他的确就要开始正式进入 Pass Two。哇，我们可以看到风好像蛮大的，
哇，起风了之后，的确状况会变得更有挑战性一点。希望所有的选手，因为毕竟是在同一个时段比赛，所以你的水况乱、风大，那对其他选手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大家就是更要各种这个天气条件下，都要想办法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那就各种就各种状况哈，各种状况你都不能逃避练习。好了，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淡水河大潮的时间。Charlie 选手再度起滑 ，Pass 2开始哦。丢绳之后就正式开始计时了。来，他做了一个 Ollie Snap， 然后再一个 Snap 下来 Ollie， 看起来这个是一个2个排列组合不同的 combo 啦。做了一个 Floater。说哎，不要在这里啊！在这个 floater 下来了之后，板头插水，非常的可惜。我感觉这个 floater 是他很有把握的一招啦。在这里落水，他应该自己也有点意外啊。嘿，难道是我们有新伙伴加入了吗？阿玛，哎呀，哈哈，我一个人好孤单啊！哈哈，寂寞就好啊！快艇冲浪的比赛现场啊，棒，对，棒，快艇冲浪，我你之前也有来试过，对呀，那你觉得就是你平常都是在海边冲浪，对，那这个对你海边冲浪有真的很大的帮助吗？我觉得帮助一定有但是最爽的是那个浪无限长是这样子，太爽了。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每一次他们都会念我说：“你可以不要那么急的做动作吗？”对，因为你们海边被养成这个习惯。没错。周佳丽选手，这是 Pass 2了吗？对，已经进入 Pass 2，而且他 Pass 2摔了1次了，所以看他剩下的时间。希望他可以把握机会啊，这个做出全部会的招。小朋友都很帅呢。真的 ，Wake Surf 里面厉害的很多都是小朋友我跟你讲，海边 surf 也是。真的，大人都打不赢小朋友。好 ，Air 加一个 Snap，刚刚好像也是在这边之后，好，这次是救回来了啊。所以这做一个360那好，摔第2次了耶。那就要看时间Wake Surf 可以摔2次。所以时间还没到的话，也许可以。不过看起来，这个字卡已经打上来了，应该是结束了。那下一位也是小朋友吗？应该是，因为这是青少男，所以3个都是小朋友。张宏安选手吧，可是你们海边的冲浪会做这些，比如说360这些招吗？老实说不会。对，我看起来好像也没看过。只能就是非常高阶的 surfer， 他们才有办法在浪上有余裕去做这些动作。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浪池，例如我们夏天都会去韩国，那浪池的话，浪因为很稳定，他们就有机会做很多这种动作，就是更有效率的，对，变成这些招这样。像阿里或者是180。甚至 Air，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快艇冲浪这些基本招，像你们我刚刚早上跟小胖教练有聊过，360是基础的一个门槛嘛。对，那这些动作全部对冲浪来说都是超级高阶。我感觉也是而且其实我们浪随时可以调整大小，对，但是你们海边不可能去选，而且每一道都不一样啊，对，所以这个很尴尬。因为像他刚刚那个欧力就很漂亮，对不对？那算 Air 了吧？如果他加速到浪尖跳，那是 Air。这个360。所以这个动作难度啊，我觉得真的差异很大。像我之前有一些选手来特别，就冲浪选手他们来参加划水的比赛，那做最多就是 Snap。因为我们会看就是冲浪你 Snap 如果水花越大的话，好像这个越难。对，都只能在同一招里面去找差异。是。好，张宏安选手他得过这个114年国手选拔赛的青少男的亚军，大家都是前3名的这个头衔扛过来，真的。对，那他们后来都会再出国去参加更大的赛事吗？例如说他拿到国手的亚军。就国手选拔赛的每一组的冠军才会被挑出去。只有1名而已。每一组啦，因为我们很多组。好像比如说
Wake Surf 其实我不太确定分组，但是至少 Wakeboard 的话有初级、中级、高级，然后还有 Outlaw， 还有公开组。OK， 那5组的冠军那就5个人了嘛。啊，那 Wake Surf 可能也有他们像青少年、男子、女子，对，然后他们可能也有公开组或者什么大师组什么的。所以各种组的第1名，再从这些里面挑得牌几率高的，哦，再出国哇，那比赛。冠军跟亚军之间的差异就是鸿沟呢哦。Wake Surf 就真的不太清楚了，对。我早上有看到你那个你跪着冲，超帅，好难哦！我是撞船啊，张华安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啊，先做了一个欧里，在找位置，攻击位置啊！抓到鱼吗？我以为他快摔倒，没有，他是要比个爱心，然后这里也摔倒了，想要做一个 snap，然后这样摔倒。可是我们这里的 snap 应该好像没有办法跟海边做的一样大。对，因为我觉得力道还是有差，浪的力道，毕竟这是船尾浪嘛。对，所以它角度看起来很陡，不过实际上浪直没有什么力量。对，我看海边冲浪好像那个都会在浪底靠超大一圈，然后上去。对，我们很讲究巴登腾一样，你们这边划水冲浪一样会有巴登腾。对。但是它只是一个，譬如说加速或者是准备预备动作对，我们巴登腾如果太大，反而会失速，就会流出去了啊。所以我们巴登腾要控制在一个刚好还有推力的地方，所以再怎么样没办法太大。对，而且我们的板子应该比海边冲浪板小很多，小很多。对。一般海边冲浪的话，我会用身高去抓我们的短板，例如说我是180公分的话，那就是6尺的板子。OK， 6尺也差不多180了吧？对啊，就是刚好匹配你的身高。那我们这不可能。对，这边大概都4尺6、4尺4哦，而且就已经算蛮大。而且我今天用的板子已经算超大，跟一艘船一样了啊，也没有到我身高那么高。第2次尝试哈，也是先，他的模式跟前一个一模一样，那先比较急，对不对？先拍一下水，然后比个爱心，然后下一招摔，他的 pattern 一样，这是一个新的连招，我不知道哇，加摔水一个华丽摔水，也有可能是水象是不是比较跳的？今天现在这个时段的确了，所以11点，通常10点到2点之间，对流风最强的时候，对，就是太阳变大，然后风开始变强，那个水面就真的是会乱到真的是很难，连站着都很难。那所以比赛各种状况都会有，依照你的分组，那早上第1组一定是最对舒服的嘛？对，所以变成说早上第1组通常都会排女子吗？没有，我们今早是女子。对，可是好像不是因为性别，好像是。初阶比较初级的那些，比较更容易受到乱水影响的话，对，先排比较平水，然后，经验的关系啊。这个是 pass two 咯，应该是了。他前面直接摔2次，还会再出同一招吗？拍水比心，拍水比心 step， 来哦，在犹豫了，对，在犹豫了，是不是要再出同一套的 combo？期待一下啊，在正确的位置啊。好抓，结果反而又太谨慎，然后流掉了吗？刚刚他一直往外跑，感觉是要攀平进来。对，不确定他要找什么，然后跑之后，直接就没了推力了。所以选手在比赛时候的心理抗压因素也很重要。就是你一定。首先是那个每个水域，还有每艘船都会对浪的形状造成影响，因为这变音嘛。对，然后再来，你如果在等待的时候，你又犯贱去拿了手机看，你看了前一个选手的表现，怎么那么强？对，你又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自己吓自己。对，这全部都是。所以如果在比赛，像今天早上的未满6位的话，我们会变成是一个 qualify， 变明天的 qualify 吗？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今天我们每一组好像都3个人而已。那一般像你自己在参赛的时候，如果你在隔天决赛，你的排序越前的话，是不是会越紧张？我是应该我是参加过蛮多次的，所以我已经还好无所谓了。哦，不过那个
当然每个选手不一样啦，也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前面出场，啊我就做完我就提早下班，这样子我就没压力，反而越后面越紧张之类的。哦，哇，想尝试360哦。直接一起来就放大招。他这个就 front side 的360，对不对？backside 呢 ？backside 因为他第一个180其实是背对传的。这个是 backside， 然后 front side 360会比 backside 难非常多。我看那个姿势就是很扭曲，然后很难做成功。大家入门的话要做360，应该都是先从 backside 开始下手。对。所以像今天他们这个选手没有满6位的话，他就是明天还可以继续嘛？就 O2 final 其实。O2 final 对，今天的每一组好像其实差不多就3个人，然后其实我们几乎全部明天都会进决赛啦，就当做一个 practice。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下一个 snap 之后，就在这里板头插水，再一次，然后下一个 snap。没关系，我们有留存这个精彩帅气的画面。snap， 然后再度板头插水，他自己可能都很不敢相信，居然同一件事情摔了2次。可是我knee down也摔了很多次，所以好像可以理解了，好像可以理解。360啊，当然我应该是wake surf 不是很专业，所以我不大确定他刚刚是出了什么问题。不过看起来是脚先转回来，身体没跟上吧？是，刘宇浩。刘宇浩。哇，这个好年轻的好样啊！这非常。这胶原蛋白满脸都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就很羡慕。对，好亮哦，他的整个脸好亮。对，好，6号选手应该是 Marcus 选手。我都很佩服这些青少年或者是青少女孩们的父母亲，愿意栽培他们，给他们时间。真的，让他们接触各种运动。尤其说实在的，那我们也不会演这个运动，实在花费是比较高一点，非常然后真的肯练到这个程度，爸妈就真的这都不得了很肯这个花在小孩身上。是的。但小朋友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嘛。他们这里，你会觉得如果 wake surf 他练得很厉害之后，转移到海边上手会比较快吗？还是其实就像一开始一样，然后其实后面已经。变得分得越来越远了，这样子。我觉得最大困难点就跟玩那种技术板、滑板很强的选手啊，每次去冲浪最大的问题都不是这些板类技巧，都是划水跟追浪。对，我们根本不会追浪。对，前面那段会比较难啦。哎呦，这个流畅哦。对，他其实身体素质非常的好，所以看看这个奥利好高哦，完全看到 fin 好漂亮 snap， 一个轻松的 snap， 对，超 chill。准备了，要攻击了，air。不确定他刚刚有没有想抓板。没有跳起，有连招所以是 snap 加 air 吗？哇，这个圈粉了，这个180，哇，转回来，哇塞，好强哦，180转回来，再来准备哦，再一次360。好，360在这里是第一次摔水。我刚刚180我就以为会摔了他有救回来。对，他完全清楚知道自己在哪里耶，他知道自己的重心转移的部分。对，然后他那个180，因为他在180的地方停了很久，那个我们叫做 stall， 然后他一直停着，我还以为他要流掉了，但他完全知道自己有没有推力，然后找到了，就轻松转回来。对啊，好强好强。我觉得像刚刘宇浩同学啊，他任何运动都一样，最难的就是看起来毫不费力。对，他的 snap 那个脚踢出去的瞬间，哇，超有节奏，是，跳，棒回来这样子，看着就很舒服。对，毫不拖泥带水，完全展现出他的那个身体的协调性。这应该练了很久哦。好，起滑顺利成功，再来一次，这是 pass 2了哈。应该是，不过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再尝试360。哇塞应该还有时间。是，不过同一招做2次，他会不会是有自己的一个 combo 技？对，是不是这个完了之后要接下一个 combo？因为一般来说同一招应该不会算2次分，所以你做过了之后，剩下的时间
等于说你时间有限嘛。对。那你一直做同一招，就好像浪费掉那个时间一样。除非像我一样，完全没招，我就是2招，你给我90秒，不用，给我10秒。除非这样子，一般他们练到这个程度，不是，他们很多招要放哦，所以可能是要做 combo， 应该是要 combo， 唯一合理的解释。对，再来期待一下这一次啊。哦，6号选手一样这个拿到绳子，哇，真的是有点乱。那个海面跳跳的啊，讲 choppy， 哎呦，对，进来喽。对，放绳。轻松写意啊。然后根本就不在乎那个绳子。对啊，刚刚冲浪很舒服。直接身体硬靠回来，对，腰力好，你看，对，轻就是棒。刚刚那个 air 就比较这个帅啊，像刚那个 tail slide 在冲浪里面就很难。tail slide 对，就是踢板位，然后稍微有点 stall 的。那个我们叫 snap 的那一招吗？对 ，snap 就是如果你有把后脚踢出去，让你的 fin 离开水面，对，然后滑动你的板位的话，这在冲浪里面就很高分。所以在冲浪是高级招的。是。那在我们这里好像还好。对啊，所以就是它的困难度会差。对，甚至是我们初级可以做的招，然后360就是初级不能做。没错。对，原来好奇妙。就各种细节其实都非常不一样。是。那你说你去韩国，然后的什么造浪？它叫 Wave Park。就造浪池。那个的目标是要造出跟海边一样的浪。对，它的力量就会比较强。那它是用人工造浪机嘛？所以推出来的浪每道都差不多，它是用小时计算，都是花钱买时间，没错，花钱买快乐。这个起滑帅呢，还可以用笨脚了，这是他的 switch 他 switch 到他的 back foot， 对，他的那个原本是左脚在前，现在变成右脚在前。他原本 regular， 现在换 goofy。对，追，有追到。他在上下浪先找一下推力在哪里。这里是做了一个 floater， 前脚放松笨脚的 floater， 他上毕竟是笨脚啦。对，那这个尝试的精神很棒。对，就是他这么好像还没有很有把握的招。对。我感觉他的动作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想放他360没有成功，我是觉得比较可惜。他在赛前算是蛮专注在练这一招的，然后也成功了蛮多次。是，不过今天可能水况啊各种因素啦，对，还是有影响。毕竟比赛现场有的时候状况不是那么的稳定。对啊。他的比赛结束了，所以那就表示我们青少男的比赛也全部结束了。对。接下来是快艇冲浪 Surf 的 Under 14， 对 U14， 我们要到14岁以下更小的小孩了。对，看一下 Marcus 的精彩回放，他有把握的招就做得非常漂亮。对啊，哇，这个角度真的很大他自己也摇头了一下，没跳起来。对，他知道没跳起来，然后就直接重做了一次大的。这个超漂亮。他那个 stall 时间算久对。不过我也不知道 stall 越久会不会越高分，这就裁判去决定。这要看裁判决定这个就 stall 住了，结果没回来。像快艇冲浪用的这个板子的大小在冲浪里面已经是 advanced 就进阶我们就是一般的初学者都会用更长的。你们越厉害的人用的板子越短。对，或者是浪越大的时候会用到越短。浪越大越短吗？因为你需要更多的速度跟灵活度。那你们所谓的大浪的那个标准，大概比如说是几公尺，或者是因为我说，比如说什么半人浪、一人浪、对两人浪，但是每个人身高又不一样。你说这算是一个 average， 就是全世界通行的准则。我们会用身高平均去算譬如说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是 head high， 头高。OK， 那超过一个人就要是 overhead。这个去国外到处讲都一样。OK。好，吴佑谦选手，好可爱哦！这个年纪，这个14岁以下吗？这10岁以下吧？这好可爱。对，真的是可爱。吴佑谦选手，吴佑谦，而且他拿过2025 CWSA 亚锦赛，日本吗？好像是对呀。去
这么小的年纪，先去日本，对，就是先到处的累积一些比赛经验。是你真的比赛多了，你就后面就会比较放松吧？对，就是完全不紧张，就是你要说不紧张嘛，就是你会有自己一套的舒压的模式。我看你是赛前这听音乐，完全或者是赛前自己去到处找其他朋友聊天，或者是完全不看手机什么的，要找那个节奏。对，大家都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样是。期待有看到这种对啊 Under 14。哇，比赛现场也很多观众哦，大家都是滑水的爱好者哦。那我们现在现场有准备了2台电视，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舒服的角度来看。吴佑谦选手应该是 Timmy 选手啊，对，他哥哥早上就跟我比啊，对他哥哥就乌迪选手是那个对我早上看乌迪表现很好，很厉害很厉害。好，现在就换了弟弟了，弟弟出发了 ，Timmy 选手。他们顺便他们家要帮他们宣导一下那个趣头。Chris Tour 趣头私人飞机的专属航程，全球高端旅游的定制化服务。他们住台中呢。对呀，拼那个每次要来比赛都要开好久车，真的绕个弯，只是这个弯比较大。哇，他学你，他力道好顺哦！这样子打脸的吗？为什么可以那么顺啊？这筋骨超软。好 ，floater， 他 floater 下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浪对你们来说小，但是就对他来说已经到肩膀了。是啊。对，所以他刚那个 floater 也做得很顺，上去的时候在白花的地方完全没有迟疑就下来了。对。不过刚刚第2个好像上去太远了，所以没有来不及下来，然后就过浪了，往后流掉了。对，我 Timmy 选手不过他 floater 连续做2次啊，那可能是要做 combo 可能这个上去之后下来可能接一个 ollie 吧。对，下来以后就是刚第2次过浪以后下来，他可能要接 combo。对，不过第1个 floater 至少是已经成功稳稳先拿到。对啊，他其实是上到一个他肩膀的高度，然后再掉下来。对，其实超高的耶，就是对人的那个身体比例来说，对他来说其实是从超高的地方跳下来。所以会根据不同的组别，我们船的浪也会调整。目前是因为我们船有水带嘛，是我们压水就是固定然后你可以调整的是速度，还有浪的高低。OK， 那当然不可能范围多大，但是就是你要想办法从这些里面，去找到你最舒服的那个浪的形状。Timmy 选手真的是小朋友，好可爱。这个长大一定超帅，爸爸妈妈担心了，女朋友太多怎么办？然后又在那边冲浪，对呀，很帅。好，从一个八分哇，他从下面跳上去，对啊，跳超高的。所以怎么样 ？Pass 1结束吧？要想一下时间到了吗 ？Pass 1吧，Pass 1应该还有 Pass 2，所以他直接接着 Pass 2，对不对？应该是。好的，直接接。又跳了一次。对 ，Air， 因为一般我们跳 Air， 我们是上去以后再跳。对，我们是上去，然后那个随着那个加速度跳上去。对，他直接跳上去。对，他从浪底直接跳上去。对，这个完全不同的 style。这很像滑板上杆，它不是直接用速度上去，它直接原地ollie跳上去，没有再给你加速的。我靠，我自己跳就够了。可见他运动协调性很好。其实那个比赛前我算是开到他们兄弟蛮多次的，就帮他们开船啊。然后Timmy 吴佑谦小选手，他其实在这个赛前练习的时候，他这个 floater 下来，他卡了非常久，他一直下不来，他一下来就摔，一下来就摔，是因为都跳太高，对，真的太高了。结果他今天非常顺的做出来，代表这个浪对他来说太小。哇，这个起滑非常干脆啊！对，来拉一下裤子时间整理仪容哇！给看我帅帅的我。对呀，这从小的教育多好，服装仪容要整理好，立正站好，来衣服卡住，比赛衣服卡在救生衣上面。对了，第一个动作来。
好远，回得来吗？对，哦，可以耶，哦，因为他体重超轻，他抓到一点点推力，他就可以回来。哦，又一个，哎，跳上来下来一个 air， 啊，他也觉得衣服卡卡的。哎，回得来吗？可以，哦，他真的轻欧力，他到超级后面的浪花，他还是回得来。对啊，而且在后面做欧力 ，fin 还看得到哎。哎，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对，厉害耶，他应该会的全部都做出来了。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比赛也就是，我们自己安排的动作也全部都做到。其实我就觉得已经算是目标达成，对，已经算赢了这一次了。是，我们要跟自己比嘛，哈。对啊，这最后其实都是跟自己比。对，极限运动。而且快艇冲浪最棒的点就是这一道浪就是你一个人冲海边冲浪不是啊，你们真的20个人冲，对，你们抢浪好像很常起争执一样，对，然后是一个很自私的运动，然后就变成大家要弄出一套也不是潜规则，一个什么共识吗？它其实是有 rule book 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复数人就是4个人在海上，它也是这样的规则。那我们在 free surf 的时候就会把这套规则拿来海边用。那什么浪头先下的人，对，他就是他的，后面的人不能再。没错。尽量啦，这当然是理想状态。这个很高哎，这条。然后感觉他是很想要赶快下来，所以往后倒，但是没有带到板子，只有人掉下来了。调整仪容，真的帅，够追，真的帅。看到我们码头的战舰，泽选手林浩哲选手，哎，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号啊？哇，也是战绩辉煌的哦，日本的青少年冠军，Candy Cup， 今年对，今年2025的青少年冠军厉害，还有 CWSA 亚锦赛也是去日本，然后青少年亚军。哦，他那时候去日本很有趣，他那个时候就以为自己输定了然后宣布第3名的时候，他听。不是他，对，他以为自己第4名这样，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前2所以第3名只要不是他，那他就没有得牌的希望，结果意外惊喜，对，就是第3名宣布不是他，他就算了，他就往回头走了，就第2名，他听到自己回来，太开心了，什么？又原本就比完赛苦瓜脸，我好烂，然后结果第2名，然后他又很开心，就马上笑出来，小朋友真的很单纯，对，小朋友很单纯。可这都是极大的肯定哦。第2名因为你必须出国比赛，是啊，在地的日本嘛，日本其实也是滑水大国，他们都有很多很强的选手，然后他在那样子的强度下，还是拿到第2名，所以蛮期待的。然后，哇塞，这个林浩哲选手，接下来的选手，他参加 U14啊，原来他还没有14岁啊，哇！代表强到一个程度，他超高的真的哎！你看你就绝对不会觉得他14岁而已，看起来像18岁对啊，好水是有点乱，他实力非常坚强。不过来我们看看他要怎么处理乱水。好的，来期待看一下拿着绳子就很有安全感。先做一些暖身招，做一些暖身招。可以了，可以了。手势哦。第一个动作直接 air 哈，这个 air snap， 哇，这个直接连招没停的。又一个 snap 之后，连2个哦，2个 snap 吗？这样算连招吗？好，总之先来一个，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一个尝试成功360，没有，早上也有一个 Maggie， 对，超高的 air 的抓板，他轻松跳就这。板子就离水面超远，来再一个，这个是360吗？这个是阿雷 U， 哇塞，好糗哦！这一招已经变他基本招了吗？再一次哦，360，到吗？好 ，Pass One 结束。哇，刚刚那个阿雷 U 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动作。很高分，应该是很高分，而且他今年在比前面那个 CWSA 的比赛的时候。他还非常不稳，对，就是这一招，他虽然比赛做出来，但是他其实等于说是呛死，对，然后现在已经变得随随便便就做出来了，短短2个月内，对，疯狂进化，很厉害，很厉害。因为前一场比赛我们看他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全场都非常的惊讶，然后帮他欢呼，哇，就是你刚练而已，居然成功了。
现在已经变成日常招，对大家觉得基本招还是他做起来特别的从容哦。对，就是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方式就是说，你看这个选手他做完这一招，他的脸有多兴奋啊，就表示这一招他多没把握，就是反向推断。对，所以他才会这么开心嘛。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成功。他也来一个换脚哦。对 ，switch 了。冲浪有很多这样 switch 的招吗？有，也有，短板也有，短板比较少。好 ，switch 的 ollie。不确定是不是 air， 不过至少一定是 floater。对，回得来吗？有一点往后。有抓到了，厉害。哦，这个在板子上跳，上半身不是上半身了，全身转了180，然后板子没动，然后这个叫 body varial。对，身体旋转。对，只有身体转180，然后板子的方向不变。所以，因为他 Pass 1的时候已经拿到了非常高的基本分，所以他 Pass 2他就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吗？对，就相对比较没压力，的确就可以做一些你可能没什么把握，或者是很想要挑战的招。这也算是他的一个 battle strategy。对，先把这种基本分该拿的全部拿到，然后后面就放松。可是有时候你放松，又表现更好。对，有可能。所以这个直接全部一直叠上去，一个正向的循环。没错。他剩5秒了，哇，一起滑就马上要做动作了。 25秒，还有25秒，所以25秒应该还很够时间。他要做什么嘞？是从放绳开始算，还是起滑就算？没有，你 Pass 2开始之后，一起滑就开始算。OK， 很高的一个air， 然后再加 snap。怎么样？回到一些基本招热身一下吗？找感觉。最后5秒钟。 欧力180啊，这个欧力180在这里摔水了。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好像也有一位选手挑战欧力180，忘记是谁。好，总之欧力180这个也是蛮难的一个招式啦。哇，他这样一出来的话，后面选手压力山大。应该会。不过今天预赛啦，所以看大家怎么安慰自己，怎么调整心态，或者是要看看对方的这些动作，然后找出自己的对配套也有。因为刚刚你说第一个出场跟最后一个出场谁压力大嘛？对。那第一个出场当然就是做完就没他的事。那最后一个出场就很看前面的表现。前面每个都很烂，他的压力就很小，会比较轻松。对，他前面如果越来有表现很好的，他自己压力就大。对。就是这个漂亮。Alley-oop， 对，因为我还没有接触 wake surf 之前，我一直觉得 Alley-oop 前面那一下拍水，很耍帅，就是你干嘛拍，就是你结果没想到是吃点的，对，没想到拍那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做成这招很重要的关键，对。然后我想说，怎样就是没招硬做，耍帅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爱心的那个感觉吗？郭雨熙选手，背着背包不知道去哪里，一个照片好像去登山一样。郭雨熙选手13年的全国杯，也是这场赛事的 U10冠军。对耶。然后还有 CWC 亚锦赛，亚锦赛青少年冠军，他就是他跟泽他们2个人是冠亚军这样子。他跟泽就是一个那种。战友的关系啊，既是对手也是好友。对，他们几乎每一次比赛都是同一组，然后他们也算是同期开始练的。哇，这实力也差不多。我觉得在选手生涯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种好朋友。真的，你真的会进步超快。你看他会了，我不能不会啊。对，然后有时候当然你可以练不同方向，对，但你要在一起比赛，反正最后就一定是要比出一个成绩、一个结果出来。要 battle 起来了。记得上次比赛就很有趣，那个泽他做成功，我们刚刚说那个 Alley-oop 嘛，他做成功之后，他直接对着镜头比，砍脖子的那个动作，直接对着 Dexter， 很针对哦，就很有趣，他们之间的互动。哇，但是2个身形差异比较大哈。没有，站起来也是高的，对。
不过我们这个做招就纯看技巧了啊。对，你的身材其实就还好，那个影响不大。是。我们冲浪短板的啊，有时候坐在水里等浪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上半身，你都觉得他很矮，然后一站起来，怎么那么高？下半身完全被遮住。从上面跳下来，这个叫 chop up， 就是一些欧里的一些变。哇，好高的 air， 真的超高然后再加一个 snap， 好有力哦。这两个背都太好看了，这个动作强度分数会上去哦。对啊。然后刚刚那个180，虽然没有 stall， 但是很顺的做完。360啊！好，在这里是我们客观来说，好，的确是输了泽泽一招。是的，因为泽泽360成功。好，没关系，扛住压力，这样的比赛就好看就是你很明显的看到两个就是实力很近的人，然后就是很刺激了，1对1 PK 的意思。对。那通常我们出场顺序就是看你的战绩，你战绩越好，出场顺序就越后面。种子选手，对。那这一次这样子的牌，可能就是亚锦赛那个成绩嘛，好，一个亚军一个冠军，所以就那个泽泽就先出赛这样子。像我们一年以快艇冲浪 serve 的部分来说，一年大概有几场赛事？国内？国内目前你真的全部要参加的话，可能可以到4场哦。那很多Pace One 还有11秒还有11秒，还可以把握一下。加速哦，太慢。就是越快。这个很高欧里不对，这个是 air， 真的是超高的。再一个，欧里的frontside 180吗？不对，刚刚那个是 backside 180。所以 Pace One 结束，我们来等 Pace Two 的表现。我们等一下可能看一下 highlight， 刚刚那个是alley-oop吗？他是先转然后跳起来，对，他跳起来转了180，这样应该算 alley-oop 对不对？他是转向另外一侧。等一下看清楚，等一下看有没有回放，看清楚来。我们有 highlight 可以看。对，有点不确定那一招的形状是什么。不过刚刚他所有的有跳起来的，真的都很高。我觉得他很会收脚。是因为你跳跃的高度，个体之间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对。那你要看起来有没有高，就是看你脚收有没有收得够上面。要收到胸口吗？对，你如果收得到胸口，那看起来就会超级高。是。还有我们的 Pace Two。好，不确定还有多少时间。总之，我感觉时间不多了。对。这算连招吗？应该是。好，直接 Pace Two 开始。而且刚刚2个那个抓板是那个。准备360喽。Truck Driver， 对 Truck Driver。哇，顺啊！对。这个360就很顺了，应该是他的基本招才对。又是同一招。对，他应该看起来是要突破这一招，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的旋转方向跟刚刚又不太一样。对，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要做 Air 3呢，就是跳起来，然后整个人就转了360度这样子。哦，但板子是不动的吗？哦，没有，板子就跟着他的脚的角度动啊。对啊，好，大家原谅一下，观众在听的话，我是菜鸡哦，所以我要跟着教练，对，跟着其他主播、其他教练们一起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最有趣了。对，这个招式的名称应该都跟冲浪差非常多，差非常多。对，就算一样的动作，也是完全不一样。没错。Snap 是一模一样。哦。好，那我们泽啊，不对 ，Dexter 选手，干嘛？我就改过来了。Dexter 选手还有时间 ，Pass 2的时间，对，还有。他刚最后10秒了，他刚刚最后那一招做了2次，这个是喂，哇，这个确定是180，然后 shove out， 就是那个做一个踢板的动作啊。那个冲浪有很多这样踢板吗？这样子前后交换？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冲浪比赛里头，它的 rule book 就是以力量、速度
为主。所以这种换 switch foot 啊，或者是360，它的分数没有那么高。所以就不太有人做了。对，它反而是要在正确的地方做比较大型的 snap。大家追求那个力道水没花错这样子。我们要追求水花。这个180，这个欧力180。然后这一个360失败，不过后面有一个成功的没有问题。是的。哇，这个真的是很高，真的是很高，完全清楚看到 fin。但这个尝试很棒哎。刚刚那个可能是 frontside alley-oop，对 frontside alley-oop，我终于想起来这个名字了。然后因为就是前面180是跳欧力跳的，然后后面的180是在水面转回来的，这一种的组合就叫 alley-oop。那看你是背转的还是正转的，所以这样子这个是 frontside 的 alley-oop。学起来。对但是这里想要做的，对他那个跳完180之后，再踢个板，其实板头又朝前的这样子，这又更难，对不对？你说难不难吗？踢板这件事情蛮难的，但是你说到了公开的，比如说那个职业选手那些，这些都是他们基本招，就是一出场。对，就先马上先来一个，对，这 level 不同啊。对啊，接下来我们是蔡志全选手。对这个是 Scott 选手，他参加过全国杯初级男的亚军。Scott 选手哇，他戏很多啊。他也是出场会到处比爱心的那种。我们等一下就看他给我们多少花招。我们看一下伊人的比赛现场。下水了，他通常光是下水就很多。不管是表情还是什么，一堆招，很有戏。对。好 ，Scott 选手，奇花是不是有先给我们来一个微笑呢？一个迷人的微笑。他点个头。不行哦，太谨慎不像你哦。对，今天比较严肃，比较严肃。小 snap。他也还在试一下浪的。软硬程度可以了，好，做一招，来了，好帅哦！拨头发再比心，来这招啊！迷倒了，心脏直击，爱了，也是一个轻松的欧力，然后再加一个 snap， 笑了就代表肌肉放松哦，要来了，大招 stand by 啊 ，floater 这个 floater 站得非常久啊，他非常有把握。上去有吗？有要做 floater 跳下来 chop up 对，然后继续上下浪，下一招 snap 这个也是很有力，对，这个是漂亮的，踢出去那个顿点，对，然后这个 splash 吧，踢水花，时间到了，他的 pass one 目前就是先稳稳的，先热个身，对，哈，拨头发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标配 Scott 的标配是。我们冲浪人很多会留长发，就是甩头的时候才帅。对，那缺点就是颈椎要注意。这个 air， 准备后速度要来了。air 之后，再个 air 怎么样 ？combo 吗？air 加 snap， 对，因为同一招做2次是不算分嘛，所以一定是有加 combo。好 ，snap 接下来 ollie， 好，有没有算连招？那就看裁判判断。对，只是看起来他是想连招的，想要做360。好，这个360失败。360看起来，今天大家好像掌握度还是不太高，有成功的不是很多个。这个我非常有经验，上一次来找火龙教练的时候，光360摔了就不知道几次。你也在练360？对，你也在练360。他带我入门练习。还有秒数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 Scott 还有时间。画面上有人在洗船，很认真，你看，有战舰啊，那台战舰一定要把它刷的倍儿亮。Yep。还有16秒，First Two 还有16秒。好，那这段时间再度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我们现场是有公餐的所以你 IG 追踪 CXC Real Food。
然后限动，如果你也标 CXC Real Food 的话，哦，那你现场去买这个餐点，优惠价是65块，哦，原价是115，哦，省了非常多哦。然后选手跟工作人员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大家在1点半之前赶快去领餐吧。来，我们来看蔡志权的 Press 2。直接360成功啊！哇，帅哥！哇，这个自信的眼光迷倒众生。因为他也算是练了很久，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确定知道已经失败了啊，失败也要帅，这样子就是不管怎样，头发一拨就是帅，先加印象分。对，360，嘿，追不到，留一个好印象。这就是 Scott 的迷人之处。没错，我们需要这样的选手啊。对啊，不过也反正大家都 O2 Final 了，所以可能就稍微放松一点，先热身嘛，哈。哦，再拿后面的还有2位选手，现在是大师男，大师男子组。那大师的意思就是年纪到了哈，年纪超过35岁，35岁就可以参加 Master， 对，就可以参加大师男子组。但今天还没有看到鱼跳起来，哎，好像是哦。哎，失败了，没关系。他的失败是因为没有 ride out， 对不对？应该他已经到浪太后面了，已经完全没有推力，就是那个泡泡区啊，所以那个他以他的经验来说，他就觉得啊，一定追不回来了，所以就没关系。好，接下来陈威明选手，他今年也是参加 CWSA 的Candy Cup 的半职业男的亚军。这个陈威明选手他自己现在也有一个俱乐部在上游的地方，双溪码头，也是船拖的快艇冲浪吗？对，所以他现在也是等于说今天不营业来共襄盛举，太好了，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比赛这样子。所以这场赛事有台南，有高雄，嘿。有其他外县市的选手一起嘛？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兄弟嘛，乌迪跟 Timmy， 台中来的。然后还有吗？还有其他县市吗？我是以前是桃园人，所以虽然我现在住这样可以，这样也算，对，都算。把这整个全台湾16个县市都加进来。16吗？台湾16个县市？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直接讲出16，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16。然后我们就当桃竹苗。我们先看比赛。哦，这个企划帅呢。哦，其实他一开始也是滑 wakeboard 的然后 wakeboard 底子这样子，就是蛮习惯这样企划。哦，那个水花看着真的舒服。好，威明选手，一个俱乐部的老板，不能丢人呐，威明选手。好，怎么样？我们 G23的浪，好，找到了。哇，欧里逆道，哇塞！哇，真的要好好跟他们请教了，到底逆道怎么做？我都这么喷来喷去的。哎呦，这个 snap 逆道，哇，什么都加逆道就对了，就是小招不管，就是连招的分数给它叠上去，代表膝盖好。真的耶。Air， 你还真是。阿里 up， 哎，有吗？哎，回来了吗？哎，哇，差一点点哈。这样应该是算有成功吗？我觉得不算啊，因为他没有回到浪区。对，然后我会感觉他刚刚如果不加逆道的话，会不会就成功进来了，对不对？因为逆道的话会有点 hold 住在后面。对啊，又有点增加了你的不稳定性嘛，所以好，我们现在Pass One 还剩下11秒，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挑战一下阿雷尤普啦，因为这还算蛮高分的。是，这可能也算是个人的 style。对啊，一直逆道，真的。而且他整个人已经退到那个泡泡区，他还不想追浪，还在那边跪。不过他也结婚了啦，这可能跪习惯了，就是我可以理解。那平常，而且在板子上跪可能比较轻松，平常可能是主机板啊，平常要2只脚跪啊。结婚了。好，威平选手。
在录起滑 Press 1 11秒。可是一起滑，你拿着绳子那个还是时间就开始算了。哦，是吗？一起滑就算了。所以他丢绳之后可能只剩5、6秒。OK， 这个要学起来，以后要早点丢。可是你浪没成型，你丢也没用。也是。所以那没办法，前面那个几秒一定会浪费掉的。那还有时间吗？阿雷 U， 对，不贵，哎呦，但是回来成功了，放平，哇塞，抓，有哦，有哎，哇塞，这个位置是对的啊，哇，欧力180，真的假的 ？stall 那么久，就回来了，哎，我以为会流掉哎，好强哦，其实很强哎，真的很厉害，我佩服哎。而且他待的位置其实都有点后面。我也觉得太后面，但是他每一招就是回得来。刚刚那个是 shove out shove in 讲错，刚刚 shove in， 是不是跟他平常用的船跟浪有点关系？应该是有差，只是你就当然，你出去比赛，你不可能把自己的船一起带过去，所以你当然只能迁就那个当地的那个比赛用的船，对。但是它位置感觉都是偏中段，假如分5份的话，可能在第4的地方。对啊，我也觉得他都好后面开始做，一般应该是不会那么后面开始做。但他平衡的很好，他前后脚还是有抓到那个推动力，他很抓得到刚好有推力的那个地方，好厉害哦！其实我还蛮佩服的。对，而且他pumping的技巧很扎实就是没推力，哇，硬干回来。对。我自己制造推力，这跟体重会不会有点关系？那惯性更大。不知道了，我也是 Wakes Up 菜鸡，我也不知道。好像 Press 2还有11秒，对不对？还有时间怎么样嘞？要到 Switch 了，也是变成笨脚在前了。我直接丢哎，帅，直接做哦。怎么样？浪有了吗？浪成型了吗？有哎，好笨脚欧力，哇Body Burial 他也是做一个身体转，然后时间到转Body Burial 这样子好像也算蛮难的一招。对啊，看起来它的 variety 非常的丰富他有尝试不同的动作取向，然后还有 switch， 对啊，厉害。看一下精彩回放，一直跪，跪，他自己都笑得很开心，你看，对，他也觉得很荒谬，我就是要跪，阿雷 U 失败了，跪一下，那第2次就成功了 ，Press 2就成功了，第2次他这个很确定的回来了才跪，这样子，他自己也在那边偷笑。欧力180跪，跪啊，不跪了吗？回来，真的撑很久，因为这个stall很久，已经往后流掉了，居然回得来。然后这个是 shove in， 有2把刷子果然是半职业，不愧是一个俱乐部的主理人，有他的实力在。来了，这是我们极限 CEO。他是一个公司的 CEO 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花很多时间在练，他也是双栖的，杨长风大哥他也是练 Wakes Up， 然后也练 Wakeboard，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 Wakeboard 比赛，看一下，没有，好，没关系，人差不多年纪到了，就是挑战一些强度稍微冲击性比较低的，对，不伤膝盖的运动。没错，这个年纪有了真的要注意啊。对啊，就该换就换，该服老就服老。好，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现在可以取餐，现在可以取餐。我们现场也是很多观众准备在亲友团加油对啊，大家认真看比赛，一起跟着这个选手的表现开始紧张。记得你们 IG 追踪 CXC Real Food， 然后限动也标 CXC Real Food 的话那现场的观众可以得到餐点的优惠价是65块，选手跟工作人员就免费领取，大家把握时间1点半之前不要饿到自己了赶快去领餐吧。看比赛也要填饱肚子紧张也是会肚子饿的。是啊，用脑过度，你看。好，杨长风选手准备起滑，
其实他 Wake Surf 很多招也是很稳定的。但他的板子为什么是平头？增加福利吗？哦，你有注意到这个？我没注意到。这个在冲浪也是差很多吧？对吧？哦，板头的形状，板头形状如果越宽的话，正常重心会偏前，板子会自己帮你带一点速度。哦 ，OK。哦，板头越尖，速度越板头越尖的话，你的重心就往后，所以会稍微有点 hold 住，就帮你减速。OK。好，那个杨长风选手，好，先一个 chop up，chop up， 对，从上面跳下来，一个欧里的这个变化，旁平加速到浪区来一个 snap， 再 splash， 踢水上船，好，浪底，这个是一个欧里。他们也都是抓那个浪点抓得非常好。180度转回来。对，虽然没有，回得来吗？接得到吗？这也是接不到。对啊，刚刚stall时间蛮久的呢。对，等一下然后再转哦。不知道是不是早一点回来就接得回来，对，就可以抓到那个浪的推力。不过每个人可能他自己的节奏啊，是对啊，他说不定早一点回来，他反而就直接摔倒。也有可能太前面太陡的时候。对。所以没关系，那这个当然交给选手，赶快自己调整一下状态。是，我们还有 press 2的机会嘛？现场的这个观众啊，还有13秒钟，现场观众也为我们支持的选手好好的加油，你们的热情一定都可以传到他们的身边的。加油！杨长风 CEO 扬长而去。来，杨长风选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来哦。进浪区哦，要进浪区了，来，有到了。哎呀，想要再尝试一次180啦。是不过在这里第二次的摔水，然后应该还有时间吧？是吗 ？Pass one， 这可能要看一下。对，没关系，反正选手跟裁判他们一定会沟通好。对，我们就是看戏。没错，我们第一排海景第一排看戏，对，最好的视野。画面上有看到好多海景第一排啊，真的，这里那个房子大家都想要住这边，真的太舒服了。一看到就淡水河景，真的是蛮漂亮的，而且走下来就可以下水了。对啊，太羡慕了，蛮抢手的。好，杨长风选手，这个笑容满面哦，放松。有在运动的男人最帅。对啊，拨个头发。OK，Go。他跟 Scott 比较不一样，不拨头发。可是他发型很有型。对，而且下水也不会乱哦。对，真的油头先梳好。还有一个 chop up 下来，然后继续找浪点，怎么样？180吗？有回来啊！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对，那个落点稍微偏后了哈。对，180，我印象应该是他有把握的招才对。所以他自己应该没成功，也会很懊恼。好，还有起滑机会，杨长风选手的。如果他可以再摔一次，那还不到最后一次机会。对，看他时间怎么运用。对 ，press 2的时间。好，现场现在是我们的观众认真的在滑手机，还有27秒钟，现在还有彩彩耶。还27秒，应该绰绰有余哦。就是我是他的话，我觉得我会赶快再试一次180，然后不要浪费掉太多时间，看有没有再抓到最后一次机会。就如果这是他的最大招的话，不过他360好像应该还没有做，对，还没做，对，不知道是不是Air 吗？一个想要抓板。
哦，时间快到了。他可能在找位置。哦，阿雷尤普吗？因为他有拍那一下水，感觉是想要跳起来。起跳。对，不过没跳起来。不过看起来浪是比较花掉了一点，白花比较多，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推力也没有办法那么掌控的精准哦。对，不过这个真的选手自己要去调整，因为白花多的话，你可以说加速，是加速的话，白花会少一点。对啊。接下来要回到宽板滑水了。哦，大师男子组，哇，这个水况，我们要来看宽板表演啊。对，这个是一个。我看到膝盖都痛的一个水况啊！速度越快，然后越 choppy 的浪面，是不是对你的膝盖负担越大？对啊，你要吸震。对，就是对 wakeboard 来说，我们很受水面影响啊。wake surf 我觉得容忍度会高一点，就是这个水况，可能大家都还可以正常做招，但是 wakeboard 不行，我会被影响的非常严重。那他们要怎么克服这种水况？你说假设 wakeboard 的话吗？对。压水的这个方式要调整，就是你要用这个受到影响最少的方式去压水，那个也要特地练习。就假设我们 wakeboard 是正常来说是压水到最外面，然后再稳定的冲进来做招，那就变成说你压水出去的距离要缩短，可能到一半左右，然后一开始就要压非常重，棒这样进来，这样子会受到乱水的影响比较少一点。等于是你的路线要调整，对，然后压水的力道也要调整，对，一开始就慢慢压，然后自己舒服就好。
耶！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师男的 wakeboard 比赛啦。第一位准备要上场的选手叶启琛选手。wakeboard 啊，哎呀，大师组排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水况有点乱，希望大家的膝盖没事哈。叶启琛选手准备要出场了。那大师男子组没有任何的动作限制哈，就是你有多厉害的招，全部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wakeboard 啊，终于又到了我这个主播巨阳迷比较熟悉的领域了。所以叶启琛选手现在绳子已经给到了船上。也就是说，他等一下马上就要出发了。那目前我们还是持续用同一个赛道的比赛啊，这个浪况、水况有点乱，但是你如果是同一组的话，那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啊，所以想办法克服各种状况。好了，现在 wakeboard 的板子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哦，这个板子上面是钉着鞋子的，这是一个主要跟我们前面看的 wake surf 的比赛哈，那个板子有很大的差别。好，再来我们这个板子是左右对称的，两边都有 fin。啊 ，wake surf 的板子是只有板尾有 fin， 而且 fin 还比较大。wakeboard 通常呢速度也会比 wake surf 快非常多。那我们做招的方式是用船拉出来的2个尾浪。好，去做一些什么跳跃啊、翻腾的一些动作。然后动作，这个如果跳得够高的话，那看起来这个会更刺激一点。好，那我们叶启琛选手现在船的正后方做一些水面180，两边的 frontside 180，顺利的完成。好，接下来呢？看他在这个船的正后方深思熟虑了一下，怎么样嘞？接下来再度做一个水面180，然后他等于说是在浪内做 S turn， 然后水面180。刚刚应该是做了一个水面横板，现在是做一个背向横板 power slide， 然后做一个哎呀，在想要做一个水面的背转360度，好，那很顺利的接到了 handle， 只是没有把自己顺利的拉回来，然后站稳。好了，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再尝试一次呢？水面360，水面360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控制你的板子稳定度要非常高的一个动作。好，那叶启琛选手现在摔了第1次了啊，还有一次的落水机会。现在我们等他再度起滑。大师男子组的第1位选手叶启琛选手最近其实也是练得蛮勤奋的。那水面招全部都做完了之后，想必他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跳浪的动作啦。好，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来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热情赞助的厂商。好，颜里里保养品是鼎岩中医赞助的，然后还有纳木瓦精致天然香氛，还有百川建设 Chris Tou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还有波龙咖啡。好，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选手精彩的表现。叶启琛选手直接宣告加速了，然后从 inside out 跳了一个 ollie 出来之后 ，Hillside 远远的压了出去，借由这个速度跳了一个很高的 ollie。头赛这里跳了一个 one wake， 刚刚后手放掉，不确定是不是想要去抓板，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头赛这里远远的压出去之后，想要做 Hillside one wake，
哎啊，在这里是没有抓好这个 handle， 把 handle 抬得太高哦，然后让自己的下半身往前，然后就滑倒了。哎呀，非常可惜，在这里是摔了第2次了啊，所以我们叶启琛选手比赛结束。那就马上要来换下一位选手出场啦。下一位准备要上场了，陈瑞欣选手。先来看一下叶启琛选手精彩回放。这里在浪后虽然被浪挡住了，不过也是很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做了一些水面180，然后 S turn 在浪后这个做 S turn 的180之后，横板加背滑，这里想要尝试一个360，背滑360抓到了，但是这个正转回来好像这个没有踩稳。好 ，Ollie 之后这里接一个toe side one wake， 这里接一个 heel side one wake， 然后在这里滑出去的时候是这个重心没有放好，太往后倒了。哇，陈瑞欣选手这个非常灿烂的笑容哦。第一次参赛，哇塞，第一次参赛，非常荣幸啊！这你是选择了我们 ES 举办的全国杯来参赛，希望你也可以拿出你最好的表现，陈瑞欣选手。好，那我们会先在这个出发的时候宣告我们要使用的绳长还有船速。那感觉陈瑞欣选手应该也会先从水面招出发吧。好，水面招先做一些，把一些有把握的招，这个成功拿到一些分数之后，再来挑战跳浪，那比较稳一点。好，那现在趁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根本在旅行日系咖啡厅、味觉百转零食进口商、川象吹美食鲜冻包、乖乖生技保健食品、爱康保健食品、波塞顿海洋俱乐部，然后还有连潭滑水主题乐园、车满城自助洗车场、Surf Ace 服饰品牌，还有启程居家物理治疗所。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好了，陈瑞欣准备出场。好，陈瑞欣选手已经在水里等待。哎呀，好像没有拿好 handle。好，那我们船再稍微调整一下，拿好 handle 之后，可以了，准备起滑。好，以这个船速来看，似乎的确是要从水面招开始挑战啊。不过船速比较慢的话，的确会造成船尾的浪花非常的大。那我们希望等一下可以看清楚陈瑞欣选手做的招。现在先在浪后习惯一下水面各种浪。好，现在等待进入赛道的时间。好像做了一个360，应该是做了一个水面360。刚刚有看到他背对的这个船有一个瞬间。好，现在怎么样呢？做一个背转360吧，应该是成功了，应该是有成功。再来呢，水面招还没结束。继续，做了一个感觉是换脚，做一个360。好，这里怎么了？刚刚有试了一个 Ollie 吗？好，压水出去了。好，中间的水面招做完，现在在这里外面做了一个水面180。哦，换到笨脚吗？笨脚的 Hillside One Wake 吗？然后接下来越过中间的喷水池。又做了水面180之后，换正脚吧。正脚的
Hillside One Wake， 然后顺利的通过船的正后方之后，想要做欧里抓板吧，应该是。好，欧里抓板尝试完了之后，经过了浮球，所以现在应该是要等着船绕回去，再度进入浮球，然后开始他的 Pass 2。所以现在，瑞星选手表现得非常好哦，他 Pass 1是 Stand Pass。怎么样？好，没事没事。刚刚以为他这个被这个缠在浪花里面，差点跌倒。好，看起来是没事，但是还是没有要加速的意思吗？所以现在继续回到，有了，要加速了。好，进入 Pass 2了，然后加速这边也是又做了一个水面180之后，更快速的压进来呀，在这里尝试了一个更高的 Hillside One Wake， 然后在这里是第一次的摔水了啊。好，那总是要这个不断的挑战自己啦啊，所以速度更快，然后那你在跳浪的时候，你的全身呢就要更谨慎、更细腻的控制全身的这个肌肉。所以加速之后的第一次的跳浪是失败了，那还有一次的起滑机会。我们看看接下来陈瑞欣选手还做哪些其他跳浪的动作。好了，再提醒大家一下哦，这个现场记得去拿餐点，然后去如果你不是工作人员，也不是选手的，那你们去打卡，打 CXC Real Life Real Food 就可以得到65块的优惠价，得到餐点。好，现在陈瑞欣选手他速度变快了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船尾的那个浪花有变得稍微小一点。希望等一下我们这个水花不会这个遮到我们陈瑞欣选手的表现看起来还是水花有点太大了，所以他应该是做了一个 Hillside 的 One Wake 180度，因为他下来的时候已经换脚了，所以这个浪的确有点不平所以怎么样？陈瑞欣选手因为他应该赛道结束了所以在这里放手了。等待救援船去接他。好，那下位要上场的选手王国维选手跑到大师组去了。王国维选手，来，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下精彩回放。陈瑞欣选手这个水面的180是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稳定，浪内浪外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出来。那现在这个在这里做了一个 Hillside One Wake， 在这里是摔了第二次，接下来起来了之后试了一个应该是 One Wake 180，没错，他这个从他的正脚转到他的笨脚，从左脚在前变右脚在前。好，王国维 Simon 选手，他114年就是今年啦，国手选拔赛他得到了高级男子组的冠军。他也是这个都有固定的来训练，练得非常勤身为大师组的最后一位出场选手，看看王国维选手可以给我们什么精彩的表现。那么，因为刚刚这个前面2位选手他们都有做水面招的需求，所以水面招的时候我们船速会放慢，放慢的话，船尾的水花就会相对的大非常多。那王国维选手感觉他应该是不会做水面招，他应该是直接从跳浪开始，所以等一下水花不会那么大，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的表现。
王国维选手也已经给到绳子了哦。好，绳子拿到，宣告完速度。王国维选手也是很在乎发型的一个选手啊。好，顺利起滑，顺利起滑。王国维选手 Simon 选手，我们等待一下，好，等一下速度到了之后嘞。 浪花就会变小了，我们王国维选手就要正式的开始他的比赛啦。沾水，好 ，handle 沾水，好，做一个水面180，现在等浪成型。哇，水面是有点乱，我们看一下 Simon 选手要怎么处理这个乱水呢？好，来做了一个180之后，首先一个感觉他想要做的是超人飞。 不过在空中，没有把身体确实的延展开啊，扭了一下，也可以说是这一招是超人飞的变化，叫911。然后现在真的觉得，浪好像有点影响他的压水，所以他再度回到他比较有把握的那一边，就是 Hillside 的压水。好，这一招压水进来要做的是在这里做的是个 back roll， 一个 Hillside 的侧空翻。 他敲到了第2道浪的浪尖哦，所以在那边是我们在做宽板滑水的时候最不想要 land 的地方啊，那个是最硬，然后最难吸收冲击的地方。所以Simon选手在这里是第一次的摔水了。Hello， 粉红衣服的姐姐，你好 ，Hello。好了，Simon选手第一次的摔水了哦。Back roll 其实应该是他把握度蛮高的一招。 不过就可惜今天受浪况影响。那他刚刚落在第2道浪的浪尖，所以等一下起来，不知道他会不会对船速做一些调整哦。那基本上船速越快的话，那浪的宽度就会越窄。看看他要不要做一些这个船速加快的调整。好，3名选手摔了第一次，那看看。 他目前刚刚有做了一个 Hillside 的这个疑似超人飞不过不管怎么样，也已经有1招的分数了，1招的成绩了。现在没错，一定要先顾发型。好，在这里。 再度要尝试的是 Hillside 招，所以偷赛先远远的压出去之后，现在 Simon 的脑袋在想什么呢 ？Back roll 还是超人飞呢？依旧是 back roll， 然后哎呀拉住了，这一次有非常的确实的看着 landing， 然后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膝盖这个缓冲。这一招是成功的 land 了下来了。好，现在这个 Pass 1结束，他等船开回来。 再度进入 Pass 2之后，他剩下的整条 Pass 2要做什么呢？目前有1招空翻了啦，这个分数应该是蛮高的 ，Pass 2可能就轻松做吧。我们可以看到 Simon 选手刚刚这个捶胸这个给自己打气，也觉得自己表现他很满意，自己可以成功这个 Back roll 这一招。他这个怎么样？ 觉得这个浪实在是很难处理吧？没办法。好，那再度做了 Hillside 招，这一招是一个 Hillside two way， 可能是想抓板，感觉是想抓板不过在这里起跳的时候，可能的确被这个乱水影响蛮大的，所以只能紧紧的抓着他的 handle。现在再度挑战 Hillside 招。 360，哎呀，在这里做的是一个 Hillside 的360，哇，敢做就已经是非常突破自己了，哇，Simon选手非常的厉害，然后在这里摔了第2次了，所以
他的比赛就到此结束。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看他的精彩回放。好，有一个这个侧空翻，还有一个360的尝试。好，接下来紧接上场的宽板滑水初级男子组，哇，真的是为他们这个祈祷，真的是只能为他们祈祷。好，王国的选手在这里，应该是想做超人飞，然后扭一下脚就是超人飞的 shifty， 就是 911。然后在这里嘞，啊，这个 back roll 侧空翻，前一个没有成功，在这一个非常谨慎的盯着 landing， 然后做好 landing 准备就成功了。这是一个 hillside 突位之后，在一个 hillside 的360啊，其实在空中已经把身体控制到非常好了，哦，那就差最后那个 landing 可能这个乱水，那没办法。好，接下来初级男子组，初级男子组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林彦翰选手，第一次参赛哦，第一次的参赛，希望他这个可以拿到好的成绩。林彦翰选手，初级男子组，初级男跟大师男当然就这个规则完全不一样。大师男子组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限制，你有多高级的招就做。初级男子组的话，那他就有他的限制啦。哦，你水面招有多少都可以做。哎，水面招好像也不能做欧里180。好，水面的可以做。那最高分的招就是跳2道浪的动作啊，不管是 hillside two wake 还是 toeside two wake。那你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你做笨脚的 hillside two wake 或是笨脚 toeside two wake 也都有的话，哦，那你的胜算就很大了。好，所以我们初级男的最高分的招跳2道浪，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成功做出来。林彦翰已经迫不及待在水里等待了，准备出发。好，通常初级男，通常初级的这个比赛一定都会有2种速度，一种是水面招的速度，一个是这个跳浪的速度。好，那我们就看林彦翰选手，他一开始应该对从比较慢的速度，从做水面招开始，先在船的正后方，先在船的正后方，还他这个还跟旁边的救援船的人挥手吧。啊，先在浪内做 S turn， 习惯一下这个浪啊。好，盯着浮球，一过了就要开始做招。好，过了，现在先跟船上的打招呼，然后横板，先从横板开始，然后背滑 power slide， 然后应该是要挑战360了吧？好，水面180先2个，好，然后水面360，哇，一口气转弯，这个非常的有个人 style。接下来是背转的360，哇，这个也没有问题。虽然没有正转的那么快，但是也是非常流畅，非常顺利的把它转完。接下来压水出去之后，哦，没有跳欧里，哦，有，的确是要先做一个欧里，基本小招就先把分数叠上去。好，欧里之后水面180，哦，在浪外水面180，再浪外再一个180转回正脚。好，又回到了 hillside 边，这是要做什么呢？水面，哎呦，在浪外想要做水面360，哦，看来他这个练习的时候是各种方位的360，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有把握才对。好，那在这里可能这个外面这个乱水啊，的确是干扰到他了，好，所以在这里是第一次摔水。那起滑之后，他还有一次起滑机会，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接开始加速呢？直接从水面招进到跳浪动作呢？
好，那这个以初级男来说，现在这个水面的状况的确是他们会比较难去掌握啊，比较难去做招哦，因为我们 wakeboard 的话，速度通常会更快一点，然后我们就会更希望水面更平一点哦。那初级男的话，可能对他们的确是蛮大的挑战。那通常我们现在中午啊，这个最热的时候，那个这个热对流起来了，那个风变大，那个水流就会无可避免的变得更乱了一点。好，我们可以看到林彦翰选手他现在已经要开始跳浪了，这是一个 hillside 的 one wake 一道浪。好，马上变到toe side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前脚背一直往上顶啊，不过他还是顺利的做出了toe side的 one wake。好，那现在应该 Pass 1已经结束了哈，所以要等船进入到 Pass 2之后，看看林彦翰选手会不会帮我们尝试跳2道浪的动作呢？好，现在船回转了之后，也经过了自己的回浪，林彦翰选手屹立不摇啊，进浪了啊，进到赛道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摄影机摇晃的程度，其实就表示现在的水面的乱的程度。林彦翰选手加油！他现在在跟谁打招呼？跟旁边的救援船吗？还是跟船上的裁判呢？好，那通常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应该还是 hillside 这边的跳浪，所以林彦翰选手的确一直重复的回来，做一些他有把握的招。这个大家应该从选手的挣扎程度看得出来，现在现在的那个水面有多乱，有吗？要挑战toe side跳浪吗？好，这样的应该还是勉强可以算一个toe side one wake，虽然说没有跳到非常高啊，在这里整个浪的形状完全这个改变了一下，然后直接把它推歪了哦，所以林彦翰选手在这里摔了第2次了。可以看到我们的粉红救援船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快去救援我们林彦翰选手。好，林彦翰选手精彩回放，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水面招至少是都该拿的分数全部都有拿到。哇，这个360，然后转完之后蹲那一下，更增加它的稳定性。这里也是转完回来，然后在这里啊，想要尝试水面浪外360是失败了。然后这里的 hillside one wake 成功，这里 hillside one wake 再度成功。toe side one wake， 这里是打算不错了，之后一个瞬间被浪凹下去，然后又弹起来被推歪了。好了，那下一位王硕廷选手，14年缆绳划水公开赛的终极男子组亚军，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来自高雄莲潭的选手。高雄的这个莲潭万生哥这个主理的莲潭划水俱乐部，每次我们办比赛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义气相挺，都带了很多人一起上台北来共襄盛举，非常感谢，感谢万生哥，欢迎大家到高雄呢，也都可以到莲潭划水主题乐园去这个划缆绳。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 wakeboard 的形式，欢迎大家去体验看看哦。好，宽板这个划水初级男王硕廷选手应该也现在在水里面准备了。在这个同时呢，我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赞助厂商哦。
盐离里保养品，纳木啊，这个精致天然香氛，百川建设 ，Crystor 去头高端旅游服务，波隆咖啡根本在旅行日系咖啡厅，味觉百转零食进口商，川象吹美食行动包，乖乖生技保健食品，爱康保健食品，波塞顿海洋滑水这个运动俱乐部，莲潭滑水俱乐部，车满城自助洗车场，还有 Surf Ace 服饰品牌，还有启程居家物理治疗所。好，王硕廷选手正式出发啦！来自莲潭啊，哇，终极男的亚军是吧？这次来这里参加船拖滑水、拖艇滑水的初级男，希望他可以带来优秀的表现。他现在在浪的这个船的正后方等待进浮球，正式进入浮球就可以开始做招了。一开始一定也是的确从水面招开始做所以开始先很顺利的做了一个背转的360度，再做直接接一个正转360度，哇，非常的顺啊。然后现在感觉是换到笨脚喽，笨脚的正转360，然后笨脚没有要做背转了吗？做了2下很大的欧里，还是那个不是他自己想做欧里，是被乱浪弹起来。好，那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现在已经宣告加速了，已经要进到了跳浪的动作喽。王硕廷选手在 Pass One 的后半部正式开始跳浪。现在他回到了，哇，实在看不出来这是正脚还是笨脚，不确定。好，总之。他要做哪一招呢？单手拿着这个是一个偷赛的弯位在一个偷赛的弯位，这里是不幸的摔水了。放掉单手放掉单手这样子的跳浪是蛮有 style 的只是当然 landing 的时候你就是要这个抓得更稳了一点，要确实的把那个 handle 靠近你的身体，然后你才有办法稳稳的勒住，才有那个缓冲空间。那跳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手全直放开了，哇，那很难真的很难忍住。我刚刚不确定我有没有看错，那个硕廷选手他的板子好像没有装 fin 这个是缆绳滑水他们的习惯缆绳滑水他们的板子下面都是没有 fin 的，这样子更方便他们上任何的障碍物跳台然后一些好玩的东西这样子。那船拖滑水就不一样，船拖滑水我们习惯用的板子是一定大部分都有 fin 大部分，而这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抓水，踩在那个水上会觉得更稳定一点。好，硕廷选手再度起滑，来自莲潭、高雄，这个千里迢迢而来。偷赛依旧是单手抓着。好，现在变了 hill 赛一个简单的跳跃 hill 赛 one wake。好 ，one wake 的分数稳稳拿到之后，现在依旧要回到偷赛可以吧？应该可以吧？不错了吗？好，看起来是不错了。然后等一下要进入 Pass 2了。好，我们绕过我们关渡大桥，哎呦，它的速度好像变得有点太慢了，差点沉下去。好，还是顺利的把自己拉回来，不过浪好像变乱了，哎呦，哇，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难处理啊。好，进来，过浮球了吗？这里是看不太到，看他有没有开始做招了。Hill 赛 one wake， 好，过浮球了。好，做水面180，我们都知道莲潭莲潭的这个选手们，他们正笨脚都是非常顺的，所以现在换到他的笨脚。笨脚怎么样？偷赛边吗？要做换回 hill 赛。他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欧里180？好，就看裁判怎么决定。在这里尝试跳浪，然后卡板拜神了。好了，不确定他
刚刚那一下拜的痛不痛哦？哦，好，希望他没事，希望他没事。拜神当然一定是我们微博生涯里面必经的一环呐、迟早会遇到的哦。希望他不要这个太痛。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硕廷的精彩回放。哎，对，这里这个偷赛 one way 是失败，不过他的 Q 赛 one way 倒是都非常的顺利的扔下来。好，下一位张宏安选手，刚刚什么好像有看过他。张宏安选手是刚刚有先比 Wake Surf 了吗？哎，有哎，青少男的 Wake Surf。所以他也是一个2期的选手哦。Wake Surf 比完就来比 Wakeboard， 好，初级男 Wakeboard， 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张宏安选手，他曾经拿过114年国手选拔赛的青少年男子组的亚军，非常优秀的成绩哦。长环选手想必已经在水里等待。好，今天天气已经算不错了，前几天风大雨大的，整天水都超级乱。今天水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变乱，不过。哇，你跟前3天比起来的话，哇，已经无法再更好了，也只能这样了，哈。所以大家想办法吧，克服现在你看到的状况。好，最后一位张宏安选手在水里面呢，哇，这个很有造型的这颗头，非常的醒目，非常的显眼。好。顺利起滑，准备要开始他的 Pass One， 应该也是从水面招开始啊。好，先横板，已经进到赛道了吗？好像调整了一点速度，好像说要慢一点吧。好，我们宏安选手正式进入赛道了。他一开始做的是还没开始做招。还在慢慢的等。好，做一个横板，水面横板，这个头发的确好像会遮到眼睛啊。哦，哎，这个摸水挥手横板，哇，一气呵成，然后2个水面180之后横板 Power Slide， 然后再马上回来，接下来马上转一个 Backside 360，再转一个。Frontside 360，然后换到笨脚，没错，然后 Frontside 360，再接一个背转360，哇，直接，哎，他甚至还没转完360，才转了270的时候，就急着要加速了，看来他对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有自信哦。好，哇，这个水有办法吗？偷赛先做一个 One Wake Jump， 好，接下来换到 Hill 赛哦。Hill 赛出去，这边 Hill 赛做一个 Hill 赛，哎呀，身体好像太早，这个升到最直了，然后跳浪的时候被这个浪勾了一下，然后在这里板头也往下拉了哈。感觉 Hill 赛弯位应该是他非常有把握的招式才对，所以等一下一起来，他应该还是会赶快把 Hill 赛弯位做完。然后准备进到 Pass 2之后，开始进到跳 Two Wake 的动作。合理来说，应该会这样安排。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预测正确。宏安选手怎么样？你会照着主播说的去做吗？
然后现在我们外面这个可以看到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船棚子底下的那个毛巾啊，就是被风吹的。我们可以从那个毛巾的那个摇晃程度，就可以来判断那个风力真的是很大哦。好，各位选手加油！风大水乱，无法浇熄你们划水的热情。一个 hill 赛，哇，不做 one way 了，直接来 two way， 然后还抓住了，耶！张华安选手没有再跟你玩小招了啦，接大招，放大招啊，来一决胜负。Pass one 结束，乱吐口水。好 ，Pass one 结束，然后准备要进入 Pass two。经过我们的自己的船的回浪，哦 ，Pass two 这一种乱水要来挑战偷赛 two wake 吗？那也是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个男人呐、准备哦，已经进入赛道了，所以优赛压出去，他在找最适合他做招的地点。偷赛的，哎呦，这个是想做 two way 的啊，不过 land 在 one way， 但是居然还是被他成功 land 下来了。他的那个基本功真的非常的好哦。啊，在这里，哎，好，那要算 one way 还是 two way 的分数，就看裁判决定了。所以他怎么样？再做一个干净的吗？哦，不对，他要做的是笨脚。来，最后一招了，最后一招了！哎呦喂啊！笨脚的 hill 赛 two way。好，那这里可惜啊，可惜是这个第二次的摔水了，水拉了，比赛结束。所以随着张宏安的比赛结束，紧接在后面要上场的是终极男子组，终极男子组的 wakeboard。好，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宏安选手他的水面360是做的非常的顺，非常的稳啊，各种方向啊，正转、背转啊，然后直接加速。好，偷赛弯位，然后我记得这里是在右赛弯位，他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一招，反而在这里是被浪勾到了板头，在这里对浪勾到了板头，让他这个整个身体歪掉了。然后起来之后没有再做弯位了，直接从突位开始。好，这里有点洗屁股，不过应该还是很这个没有争议，就是一个突位。然后这里偷赛弯位，啊 ，hill 赛笨脚的 hill 赛突位，这里是身体没有够伸直，啊，离 handle 太远，驼背了。好，紧接上场宽板滑水终极男子组。终极男子组的话，招式限制又比初级难更放宽了一点。好，第一个要上场的是张兆忠。张兆忠选手他拿过114年全国杯的宽板终极的男子组的殿军，啊，殿军就是第4名的意思。好了，终极男子组哦，它比初级男子组可以多的动作，主要就是抓板，哦，就是你跳突位可以抓板，还可以做180，但是终极男子组不能做到360度，也不可以空翻。那空翻的话，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王国维 Simon 选手哈，他大师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哈，他有做了一个 back roll， 就是有一个头下脚上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就叫空翻。终极男子组是不准做的。做了基本上应该是不算分。这一招就直接不算。那如果裁判更强硬一点的话，可能会直接帮你取消资格。所以大家就这该哪一组做哪一组的招啊，就不要这个乱做。
好，那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终极男子组可以得到的最高分的招式，那应该就是 Hillside 的这个 Two Wake 抓板180度。好，你把抓板同时再转180度这两个组合起来，这应该是这个终极男子组可以得到的最高分的招。希望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挑战。